你们讲，我就要换个地方找存在感了。我就要换个地方，换一个大家都很欣赏我的穿着打扮的地方找存在感了。啊，知道吗？你们不要再吐槽我了。你们再吐槽我不高兴啊！跟你们讲。大家早上好，大家早上好啊！我现在这边呢是迪拜的早上凌晨6点钟，然后是国内的早上10点。你们看，我答应过大家的，一年365天，只要是不出非常非常特殊的状况，我能直播一定会给大家直播的。就美国，我倒过来的时间，我也一样会给大家直播，好不好？你觉得我每次穿搭的好看，说明你跟我一样，走的是浮夸有钱风，喜欢我这种浮夸有钱风啊。我们来开始连麦了，好不好？我们直接开始连麦了啊！我今天声音稍微温柔一点，稍微温柔一点，敬业。发箍反而是在国内买的，现在只有 Rita 一个人连了我。啊，终于连到了！你你好，出去你好，因为我这个事情，我先来做一个，因为我第一次连麦，可能规则不太懂，不好意思啊。我的事情已经发生，我先交代一下我的背景吧。我是 base 在上海，然后我是在外企，然后离职1年多了，然后对方是我的客户，然后我27岁，他37岁，他的年收入是，大概是400到500个 W，然后是开公司的。然后我就是这1年是辞职，都是靠他养着。然后在我身上1年多是花了大概是100。我那天多少百？什么1100是什么东西啊？没，不好意思，就是说他的年收入大概是400到500个 W，我说你刚刚说他一年给你花了多少130个 W 左右吧，到150这样。？OK，好，接着说。嗯，然后他是有一个固定女朋友，然后在伦敦，然后对方的价值是高于我的，比我年轻，比我就家境好，然后还是高学历，然后最近我们发现了对方，然后呢现在就是他选择那一方，他原本事情刚发生的时候说他会对我补偿，然后他选择那一方，但是最近就是我出去散了心之后呢，原本他想跟我聊嘛，但是我出去散心了，回来之后我一直约他，他都是以他妈妈生病动手术，还有公司很忙，然后就是没有时间来见我。然后他是支持我做自媒体的，所以他相当于一个投资的一个想法去在我身上花钱，但他给我买的东西全都是衣服、鞋子，但东西不多。然后现在就是包括他昨天他稳住我这里嘛，他说就是房子还是继续会付，但是我问他可以把剩下的半年付了吗？但是他也没有答应。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之前也借了我5万块钱说去周转，但这5万块钱他一直都没有还回来，所以不太明白他是什么意思。现在他是想哄好那边，然后我这边继续吊着的，就是想该怎么办？没有天，这个男的是一个单身，对吧？就是他是法律意义上的单身，对对对，非常正常的。然后其中一条翻掉了的，他没有什么个人的每一手都能因为分手要到OK。什么大的东西，就是这个男的其中抄掉了，就这样啊，就是这么他我要怎么那边挂着什么这边稳住，他没有那么多复杂的想法，想法很现在那就把这边处理掉了。这样想的，那我现在就是比如说在几个月酗酒一点呢，
给你的那150万花出来都是怎么花的？有房租，就是做就是做医美这种，就是嗯，我觉得这个男生他能不把你的钱往回要都不错嘞，不太会说什么去补偿你，或者说后面再去给你花更多，因为他会补偿多。正常来讲的话，一个人他不会，对吗？嗯，从你这我还拿了5万的钱，我说这个钱，你跟他说不重要啊。我跟他，你问他，你说那你就说你最近手头紧嘛，你现在交房租，手上没有流动钱了，你让他把那，你就这么公寓比较贵啊，2万块钱一个月，他一直以来都是他公转账的，所以不需要。要不你们签合同了吗？那怎么办？我现在很着急，我说要不要去他公司？可以啊，如果你能找得到他的话，你就去找他。但是我是建议你啊，就是，你这个事儿如果要去找他的话，也只能在，比如说你交房租的当天，或者交房租的，对，交房租的前2天，还有多长时间？就月底了。就没2天了呗。嗯，那你就去找他吧，你就去找他。但是你首先是你就跟他说，你说这个事你想怎么解决，是不是要谈一下？你说我们是不是要谈一下？但是你说他跟他的前任能够因为什么要钱的事情上法庭，这个人有可能啊，就是说不定他跟你断干净之后，他还会回头来找你要给你花的那些钱。那天他威胁了一下我，他说其实我对你肯定是有感情啊，说如果没有感情早就断掉了，然后就是说如果没有感情，我也可以找那些人去跟你去谈，我不用直接跟你去谈。昨天他为了安抚我，可能他做你的事情啊，你不要想太多，然后说我过段时间忙完，但是他说我可能要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办法去见你，因为太忙了。其实我都知道那是借口。你们是在什么国家？我们在上海。你们就在上海，那你就是能找得到。能找到他，我肯定能找到他。就是我想要不要这么激进的办法去找到他？我说了嘛，所以说就是临近在你交房租的时候，你说马上要交房租了，你说我心里很慌，说不知道你这边是什么情况，但是他最多也就是最后再给你1个月的房租了，你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哦。能明白。我现在就是想把我的钱拿回来。你的钱拿回来，你的钱拿回来，我觉得你这个转账有记录吗？有记录，因为他给你的转账也会有记录。我跟你讲，这个男的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子的，就是一个什么还能找你借5万块钱的人，我就严重怀疑这个人他没有那么有实力，知道吗？没那么有实力，我看他平时的花钱，对啊，他有可能是在拆东补西，知道吧？他有可能是在拆东补西，或者说甚至于他女朋友或者是还有在支持他，在资助他，知道吗？因为很多男的现在在外面半骗，半骗呢。对呀。头好痛哦！这几天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失眠。对啊，其实我想问这个问题，就是我这个头像和名字是可以看到是吗？好，我这别人看不到，他们看不到。那就好，那就好。他们看不到。所以现在你就这个人这个动作，他这个5万什么时候借的？2个月前，所以我又不敢问，因为他这段时间也在？2个月以前就借了，到现在还没有还，是不是？你中间有问过他吗？这个5万块钱？
一直有问，他说就是什么项目还没回钱，那这2个月他都没有给你花钱吗？有花就是买东西啊，然后那个对买，但是后面已经在减少付出了，我已经明显感觉到在减少付出。因为很有可能这个男生就是这种拆这边补那边，拆那边补这边的这种，要不然不会有一个人去找你借5万块的。对呀，我就很想不明白，真的想不明白。对呀，所以我才说你现在要想的是，他很有可能会找你要回他给你的付出，你知道吗？你还在想你找他要这个5万块，就这个人的人物画像都不太对。所以现在我就没有任何的战术可言了。现在，对，我觉得你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太多的空间，你去找他看吧。只能等。去过他公司没有？去过他公司。你清晰的知道他的职级跟他所有的事情是吧？他就是老板，对，我知道。他有多少个公司有多少个人？公司小公司，然后就是10个人左右，然后没多少人。现在也没啥钱了，估计也没啥钱了，你赶紧想退路吧，找下家吧，别浪费时间了。OK， 就是只能等到最后2天跟他谈了。对的，你赶紧找退路，找下家吧。行，好，谢谢曲曲，那我下了，拜拜。不是每一个人说我脚踩2条船了，他就一定会付出代价的。每一个人说我分手的，只要我们的身份不平等，关系不平等，我就一定会付出代价的，不是这个样子的。所有的分手的时候还能拿到钱的，要基于2件事。第一件事是因为这个男的本身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善良，还有一定的传统性的一个人。第二件事就是你们之间的身份极其不平等的同时，你们2个人还有过很深的感情，知道吧？那很多，我跟你们说，现在很多在外面玩的厉害的人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什么声音在外面玩的厉害的很多人他根本没有任何的说我有道德感，他没有的，或者说我还觉得谁谁谁需要我补偿，完全没有的。我知道的有些男孩子这就是一点道德感都没有，一丁点的道德感都没有，毫无底线。他们认为出来就是说泡妞或者说我把一个女生怎么着白劈了或者我哄着一个女的怎么样了，完了以后呢，我第2天就不找她了，不联系了，我拉黑了，他们会认为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儿，他完全不用为这件事情付出任何的代价，甚至于他都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因为他觉得这个事很正常，他1年365天，他常常都在做这样的事情。这个是你，下一个就是别人，前面还有好多好多的人，他不认为这个有什么问题，还需要他付出什么，知道吧？这才是一个常态，没办法，远离烂人烂事，及时止损比较好。因为很多人他会在这种事情里面产生一个纠缠欲跟胜负欲的状态，但实际上你的这个时间，你的这个精力，如果能腾空，快速的把自己调平，调到正能量，可能你们又很快的会找到其他的渠道，不管是男人还是赚钱的方式方法，可能你很快就能跳脱过去了。我没有熬夜给大家直播，宝宝们，我这是凌晨的6点，我现在是凌晨6点20，凌晨的6点20。昨天我是迪拜时间凌晨1点钟睡的，然后现在是凌晨的5点半起来的。对，因为其实你们消耗在这种烂人烂事身上的时间，它就是沉没成本，很有可能你的这个沉没成本放到别的地方能够产生更大的价值。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右下角的二维码扫一扫，然后请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分享给你们的小伙伴，好吗？把你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宝宝找不到我，然后在过年之前，我大概率呢只会在这个平台单平台进行私域直播。过年之后，我们有可能到公寓，但是很有可能到公寓上的是删减版，不是完整的版本。所以说现在大家还能看到我们完整的畅所欲言的直播版本，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希望大家可以把我们的直播分享给你们的小伙伴，好吧？然后右下角的这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我们的微信，就可以看到我们每一场的直播通知。右下角的小黄车点开，可以看到我们团队所有的付费内容啊。来下一个。今天是对我这是在迪拜当地买的，当地的服装，这不是为了给你们直播的时候带有一点新鲜感吗 ？Hello， 你好。Hello， 琪琪你好，没有想到终于跟你连上了，有点激动。然后我先介绍一下，就是我是25岁，然后我现在也是在海外。本来是在做基金行业，但是现在被裁员了。然后我之前的话年入大概是30个，然后就是家庭资产大概是1000个，然后现在就是说，有一个男嘉宾，就是我想，之后就是问他。因为我现在是被裁员了，所以我之后有点想再继续去读书，然后我想问他，看他能不能给我学费。然后现在就是说他算是一个伯乐男吧，然后33岁，但是这个关系就是也比较稀拉烂吧。然后我跟他认识两个月，然后他付出了6个，在我的要求之下。然后目前就是比较有规律的，就是那种1、2周见一次的那种。他是围内吗？对。他自己什么条件？他自己就是做公司的，然后，大概身家的话，可能几千万也是有的吧。然后营收的话，可能目前因为还就是才起步1、2年吧，可能也就几百个那种。你们怎么认识的？朋友的朋友。然后我跟他是认识第一次的时候，他当时就是喝了点酒想强吻，然后后来我拒绝了。然后第2次反正就是非常强迫性质的，然后我也拒绝了。然后第3次他就是还就是然后后来我就说，对，后来我就提出要求了。然后提什么要求？就是我当时提出就是那你给我付出一些之类的。然后他当时就是付出了大概4个吧。然后后来跟他关系就会稍微好一些。你让他第一次付出了4，然后你们就发生实质性关系了，对吗？然后第2个月他付出了2W，还是后面那个2W是怎么付出的呢？后面2个 W，是因为我当时有一些负债的问题，后来我就说有多少，然后他就帮我还了，就没有多少钱。你为什么认为这个人伯乐男呢？因为他会经常帮我规划未来，而且他也比较支持我读书。然后他说，如果我升上什么什么学校，他就会送我一些礼物之类的，然后会比较帮我规划我的未来吧那种。帮你规划未来就叫伯乐男，帮你规划未来有可能叫画饼男，不一定是伯乐男，好吧？伯乐男是他本身给你的就已经是这种事业上或者学业上的支持，而不是说他通过跟你讲故事的方式说我希望你未来的事业跟这个学业能到什么地步，这个不叫伯乐男啊。你们现在你现在的这个关系听起来啊不是非常的正，
为什么呢？因为是第一次啊，他在他那个要跟你怎么着的情况下，然后你提出了诉求，然后他就给你拿了这个，对吧？这个呢更像一个说白了就是交易的关系，因为我们首先啊，我们要涉及到一个人，他把他归到伯乐男也好，黄鱼男也好，什么是基于长期相处。基于长期相处，然后看这个人他最愿意在什么点上去付出，那么我才能判断。但是你们现在这个关系，首先它是一个短期关系，而且它是在就是这种非常非常浅显的这种交易状态里头，现在都还不能判断你们的关系能走多久，都判断不了。你就去读书啊？我大概可能是明年9月份开学吧，因为我也是在海外，然后他也是在海外，所以我觉得他现在想在海外再遇到一个他比较喜欢的说母语的女生，我觉得也没有很容易，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点。你首先不要有这种心态啊，不要高估自己的特殊性和价值，高估自己的特殊性和价值容易把你们的预期搞错，预期搞错了你就更容易心态波动，好不好？你如果说要去做这个动作呢，你就先处了以后，你慢慢的，你下次啊，你们两个人再谈到关于留学的问题的时候，你说那你会给我出学费吗？这样就是这句话带出来，首先是看他什么反应，知道吧？因为他不是要给你规划这规划那，什么考上什么专业，考上什么专业，你就直接把学费的事提出来，然后看他怎么说。他只要第一次答应了，你看过我们金贵的关系吗？看过大多数。啥叫看过大多数呀？啥叫看过大多数呀？系统性的去看，系统性的去看，因为你这个读书的这个事需要多少的米啊？大概20。20倒还好，金额倒不大。我觉得就是3个月左右的时候就可以跟他提这个事儿了。对，然后我现在跟他就日常的话，在软件上不是特别多联系，然后就可能比较有规律的那种，1周见1-2次。那我在想，见面的时候呀，见面的时候聊，他又聊起来，你就聊起来读书了，这不是往这个上面聊吗？聊到这上面去了，顺势你就要问，你说你到时候会给我付学费吗？就好了。如果什么时候你多付学费呗，就往这个上面聊就好了。OK， 明白。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现在是处于一个被裁员的状态，然后也是一个职业发展的初期，所以我是在想，我是应该继续走这个精品行业，免得浪费了以前的这个积累，然后在被裁的这个时间继续考证，然后提升学历啊，然后还是说其实我可以考虑一个其他的方向，就比如说海外带货、跨境电商，就 TikTok 上做直播这种，因为我在想，而且本来我觉得好像自己就是经营行业，我感觉就其实也还挺累的，而且工资也并没有说就真的特别的，所以我在想有没有稍微。你多大？现在的话是25、26。想做就去做，想做就去做，你面前没有那么多的说让你脱不开身的东西，想做什么就去做就好了。你试了以后，你才会知道到底哪条路更适合你。你没有什么阻抗啊，没有，你现在没有什么所谓的东西是你，哎呀，我舍弃不下，好大的成本要牺牲，你没有这个东西，那么你想试就去试。但是我可能如果带货的话，我可能还需要也要再租一个什么，就是一个类似于一个房子，然后它可能背景会稍微的好一些，然后包括有一些样品要先从国内寄过来啊之类的，然后可能也会垫一些就是货物的钱之类的，就是这些投入虽然不多。这个投入你找这个男的呀，他不是什么伯乐男吗？你不是要把他定在伯乐男吗？你找他呀。
其实主要就是在想时间成本吧，就是因为感觉，成本。因为时间哎，我成本就是，跟你讲啊，小雪，嗯，你要到任何一个赛道新赛道过去，没有个半年的时间，你想都不要想到。哦，就说要半年时间 all in，这样。当然了，至少啊，要不然你出不来任何水花。那你如果连这个时间成本都舍不下，舍不下你不用搞了，你还是干你老板行吧。OK OK，行吧。还有问题吗？嗯，那我要不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还有一个是，就他的话算是我的校友吧，然后同龄，然后就属于另外一个男嘉宾，就是其实我在想要不要走婚恋，付出好不好？就挺一般的，怎么条件好吗？条件就是正常留学生条件吧，就是老留那学生这样。你跟他结婚能拿绿卡吗？嗯，就是也有签证，就是可以拿签证。不是，你这种人就是无所谓的人就不用拿出来说事儿了，好不好？啥都没听着啊，有啥好琢磨的呢？就是他就是家庭大概就，行行行，好，那谢谢曲曲。没有，连麦是10分钟，只是因为我的那个闹钟的手机没带，然后这个华为这个手机闹钟声音特别小，我不知道为什么。平常用那个苹果的，它那个声音不是很明显、很明亮吗？但是这个华为的这个声音特别的小。不是这个平台咨询下沉，不是的？是因为我们到这个平台反而什么问题都让大家问了。我们没有去限制很多的三观呐，限制他自己到底这个身份合不合适啊，没有限制这些东西，就还是大家想问，我们都尽量让你们上来问，因为像这样畅所欲言的直播形式，不知道还能支持到什么时候，所以说呢，我们就尽量先有什么问题都尽量让大家上来啊。对，我在迪拜，我现在是凌晨6点半，我现在是凌晨6点半啊。客户没有以前好，那不得靠大家吗？那不得靠大家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吗？对不对？还是要让很多人找得到我们。现在还是有绝大部分的人是找不到我们的，能够找得到我们这儿来的，基本上都是铁粉。是啊，服装是我昨天在迪拜买的啊，是我昨天在迪拜。你把这个声音关掉啊！太敬业了，还以为今天不播。不会的，如果我不播，我肯定提前也会在我们的朋友圈里头发通知的，对吧？来，大家右下角的这个微信二维码扫一扫啊，右下角的微信二维码扫一扫，右下角的小黄车点开，可以看到我们团队所有的服务类目。如果大家有需要1v1的，或者想要了解我们的闺蜜圈的，或者是想要买金贵的关系正版课程进金贵的社群的，直接把右下小黄车点开，看到我们所有的服务项目，好吗？你们昨天就在担心我今天会不会播，你们知道我现在已经做了4年了，对不对？我做4年了，我是从2020年的7月份正式发了第一条视频，2020年的11月份正式开播的，现在已经是2024年，对吧？2024年了啊，2020年的11月份开播的，到现在。除了我去参加奇葩说的培训的那1周，这4年以来，无论是春节也好，圣诞节也好，刮风下雨也好，甚至于我是口罩事件，我阳了2、3次也好，你们什么时候见我停播过？你们什么时候见我停播过？这个跟我们有没有客户？有多少人在这个平台上在看？我们开了多少个平台？我们在公寓平台有没有受到攻击、受到影响？毫无关系。我们这4年以来，除了我去封闭式培训的那1周，没有停播过啊。
奇葩说我当时去参加培训，他们邀请我过去，想让我上节目，结果我去培训完之后，那个节目停播了，然后就没有上，但是去进行了那个培训啊。但是我跟你们讲啊，人生的每一步路都不白走，你们知道吗？因为我去参加那个培训，第一是又巩固了一下我的这种思辨能力，然后因为很多年都没有过那么密集的思维培训形式了，一个是巩固了我的思辨能力，第二个就是我认识了后来帮我做金贵的关系的做客老师，我把人家做客老师弄到我这里来给我做课，所以后来你们看到了我们的拳头产品金贵的关系。第三件事就是后来我把那个团队里边给他们做销售培训的讲师挖到我团队来了，然后现在在负责我们的杭州线下的哼哈10点半的项目，他是我们哼哈10点半项目的负责人。所以我跟你们讲，人生每一步路都不白走。虽然当初我去参加这个的时候，为的是上奇葩说的节目，但是节目虽然没有上成，可是后面呢，我因为参加这个活动，却给我带来了很多优质的信息和人脉。所以说，我想跟大家说，如果说你们现在做的这件事儿，只要让你觉得是开眼界的、开认知的、提升能力的。只要是开眼界的、开认知的、提升能力的，让你觉得自己在吸收的，那么这个动作一定是有益的。不要纠结于这个动作有没有在你想要的点位开花结果。这个世界上80%的努力都只会在20%的地方开花结果，但是这个20%的地方可能是我们没有预期过的，但是你们要相信它一定会出结果。包括我今天做直播是一样的，我在过去的几十年，曾几何时能想到我会变成一个跟大家讲情感的人呢？没有想过。但是我10几20年的舞台功底，我的新闻现场的播报功底，我的为人处事方方面面的，对吧？情商的这种思考，最后沉淀到这个点上，成就了我现在的事业。但是在过去几十年，我在做那些事儿的时候，我在走那些路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过它会在今天这个点上开花结果。所以大家在投入一个东西，觉得没有很快产出的时候，你们不要焦虑。包括现在，你们看我现在直播形式其实肯定是没有之前那么好，为什么？也不是我一个人，对吧？因为平台上层的很多的意识层面的这种统一性架构，那么它一定会规避在意识形态上的各种风险，那我们呢也会被收紧。但是任何时候，我认为只要我在努力，为什么我在努力？因为我在解决问题，对吧？我不能让大家看不见我。如果大家没有办法在公域平台看见我，我怎么做？我在私域平台做。如果私域平台没有流量，我怎么做？我怎么通过去公域平台引流？这些东西都是我在处理问题。只要我在处理问题，我的能力就在增长。只要我的能力增长了，即使今天在我们的效益上不一定能看到那么大的结果，但是在未来作为我企业的长足的发展上，它一定会有结果产生。这个就是我的思维方式啊，好不好？希望大家每天也都可以正能量满满啊！来下一个，这个平台模糊，我不知道，有可能跟我现在在海外是不是也有关系？Hello， 你好。你好，曲曲。我今天主要是想问一下，就是最近男嘉宾可能会提的一些问题，然后我应该如何去回答他的一些话术。我之前有连过一次，然后我简单讲一下，就是第一个问题是我有没有可能进他的择偶框架？他大概是。他比我大8岁，然后我们都是没有进过围城、没有球的状态，然后我是家庭资产大概2000个，但是我现在
的工作可能收入比较低，但是未来还是有一定的发展空间。我是律师，然后他是基金行业的，他的资产大概在大几个小目标这样子。然后我们很早以前就是认识的，然后这次在一起的话，从上次接触到我们后来在一起大概半年开始接触，半年前开始接触，然后大概在一起4-5个月这样子，然后他大概给我付出了100个左右，就是纯给我付出的，我跟他相处的话，其实最近还是不错的，他会夸我情商很高，会说话，然后他说他经常抛出的一些问题，我都能比较完美的回答他。然后我们10点半也比较和谐的，他说跟我在这方面比较体验感比较好，然后说我身材很好，而且他近期可能要自己准备出来单飞，所以他在开新的公司也有咨询我相关的法律问题。然后他有点肾虚，所以我的外公是当地比较有名的中医，有给他配药治疗，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子。而且他之前还要过我的生辰八字，说我跟他比较搭，说我比较旺他，就这都是他说的。对，然后这是我想让您判断一下，我有没有可能跟他推进围城的可能性。推进围城的可能性，你推一推不就知道了吗？你们是推进围城的可能性，我不是算命的，对不对？你们这个问题不应该是问那个算卦的吗？我跟他最后能不能走到最后呀？不是，就是吧？这不是算卦的问题吗？就是以他的整体条件，我就去推好了呀。就是以他的整体情况条件和我的整体情况条件，所以您就是大致判断一下我有没有进他择偶框架，大概是这个意思。对。你们2个人现在是你多大？我是28，他是35。他结过婚吗？没有。你们俩见面的频率有多高？经常见面。经常是多高？可能隔1天或者隔几天这样肯定会见，然后有时候会每天晚上会，如果说不见面的时候会打电话吗？打电话不怎么打，但是会聊微信，就是对。目前看起来没有在框架，目前看起来你在框架是在框架的，就是看一看男生他没有婚史是吧？对对对，这个我确定，因为我跟他认识很早了。OK， 目前看起来是在框架的啊。那至于他到底想不想跟你结婚，这个我就不知道。他有说过他要跟你结婚吗？就是刚开始有说过，他说，但是我觉得是玩笑话。他说明天就去领证结婚，对，但是正式的那种没有提过，就是玩笑话。而且我还有一个问题，一共在一起了？什么？一共在一起多久了？正式在一起可能4-5个月，然后对接触的话半年。就是在一起才4-5个月是吧？我觉得你可以聊，不是到过年了嘛，对不对？你说你准备点礼物，你说我给你拿点什么东西，回头你拿到你家里去啊，给你爸爸妈妈什么什么的，看看他什么态度。好的。对，就是说可能现在在一起5个多月，然后我如果想要推婚恋，我在这个点位推也是可以合适的，对吧？就是这个时间点位。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啊。好的。你也28了呀，这个时间不推什么时候推呢？是的。但是我在想，如果我推，我担心他觉得我恨嫁，所以我再来问你，就说我应不应该主动提？你不应该恨点嫁吗？好的。你28岁，你不恨嫁，你干嘛呢？你不该恨点嫁，很正常啊，对不对？好的。然后第2个问题就是，他确实经常有问过我，就之前有问过我一个问题，可不可以不进围城，只带球？对。他之前就问过我这个问题，然后我之前他的这个问题更吻合这个人的人设啊，更吻合这个人的人设。对，所以按照我的诉求，如果他之后再问我这个问题，我应该怎么样子巧妙的回答他？这还用巧妙？
这用什么巧妙？要那么巧妙干什么？不是，我你应该怎么能接受吗？回答他？不是你能接受吗？你别跟我巧妙，你能不能接受？我80%可以接受。你可以接受，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接受？前面有没有条件？有，那他必须啊得，不是必须，就是说他最好是给我买2000多万，就是至少有2000左右的付出，我才可以答应。对，好 ，OK， 那很简单，有 A 才有 B，有因才有果，对吧？对，很简单。他这种话提出来，不是为了让你巧妙的回应的，是为了让你给条件的，明白吗？条件能否达？你不要再扯淡。他说这种话，你就是很简单，他给你提要求，你还不可以给他提要求，对不对？你说别人的话呢，可能不行，但如果是你的话呢，毕竟我很喜欢你，我也很爱你。如果你实在是不愿意跟我结婚的话，我也不是不能考虑。你说，但是你说如果我的孩子没有身份，你说他至少得有一套2000万的房子，否则的话，他又没有身份，又没有钱，那肯定不行。明白。对，那如果我这样子回答他，那就意味着我可以接受不进围城的条件，那么他大概率也不会再跟我推进围城了，是吗？我也得接受这个确实不能进围城的情况。就是我的你是个很没脑子吧？你这男的是捧杀你啊，大姐！就你这脑子，他还说什么？哎呀，觉得我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能接上，啥脑子呀？我哪句话跟你表达的是这个意思啊？我哪句话跟你表达的这就不能推围城了，这围城就推不了了，我就放弃了。我啥时候跟你表达过这意思啊？还什么叫如果我这样表达了，就代表我确实能接受？这代表的是能接受吗？我跟一个男的说，我说你在外面玩女的啊，玩一个跟我给1个亿，玩一个跟我给1个亿，这代表我能接受？我跟你生娃不结婚可以啊，2000万的房子到位，这代表的是我能接受。他多少什么身家啊？但是他真的可以做到的，按照他的身家的话。那如果我还是跟他推围城的话，我能不能提？如果这个男的轻轻松松的给你拍2万出来，那你也真的是确确实实是别想这个人结婚了。那他要是要找人结婚，那是属于脑子有坑，好吧？他要是随随便便能给你拍2000万出来，哎呀，都不带，一点都不带大喘气的，那你别问了，这种人他结婚是属于脑子有病，好不好？好。那然后，如果因为他之前有说过可能考虑给我买个房子，那我还是能推的吗？我还能提吗？就是如果他让他买房子的话，买啊，干嘛不提呢？该提啊。有没有什么话说？这有什么话说呢？他自己说的还要话说啊？不说买房子啥时候买？这还用话说？好的，行，那我知道了，谢谢。好，拜拜。拜拜。跟财神爷推婚恋怎么推？拜一拜呗，是不是？跟财神爷推婚恋就拜一拜呗啊！随随便便能拿2000万的房子拍你面前，他有这个实力可以买，妈呀！有这个实力可以买，不代表他能随随便便给一个女的个人买，好吗？有这个实力可以买，这个人他如果要走谈婚论嫁，是吧？他要拿出他的身家出来买这套房子，他可能一年挣个300万的人，他也能够去努力，大家一起买一套2000万的房子，写我们2个人的名字，对不对？然后推谈婚论嫁，并且还是要以结婚为前提，这也叫有实力买2000万的房子。能拿2000万出来给你一个人买房子，写你一个人的名字说让你跟他带球，这种至少要有几个小目标的身家，而且手上的现金流还得过5000个 W 往上。手上的现金流得过5000个 W 往上，好吧？手上现金流没有过5000个 W 往上的男的，是不会给一个女的个人花2000万买一套房子划在他名下的，这是不可能的。
但几个小目标不代表现金流啊，小目标是小目标，那是资产水平，不代表现金流水平。现在这个世道啊，现在这个世道手上有几千个 W 的现金流的人不多，真的不多，知道吗？手上没有现金流，就会严重的卡住男人花钱的状态跟速度，而不是他的资产水平。我可以这么跟你们讲啊，没有任何一个男的说会去给不是孩子他妈的一个女的，不是孩子他妈指的不是你愿不愿意跟他生孩子，而是有没有孩子，有孩子才叫孩子他妈啊，还没生的统称叫不是孩子他妈。没有任何一个男的会给一个还不是孩子他妈的女的说卖自己的资产去给你的，给你花的，知道吗？这个人他有几个小目标，或者干嘛？他可能是房子，可能是各种各样的资产，他是不可能卖掉自己的资产给一个不是孩子他妈的女人个人去置业的，不可能。他只有手上的现金流充裕，才能支撑他去给一个不是孩子他妈的女的去消费，明白吗？而且我跟你们说，你们看很多很大的老板，哪怕他现在已经几十个小目标了，几十个小目标的老板，他到了比如说现金流比较紧收缩了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给女人的花销断崖式下跌。因为在很多有钱的男人心中，这一个开销是可以第一个被砍掉，第一个被压缩的。他养家糊口的成本可能很难压缩，对吧？他给员工付工资的成本很难被压缩，他付给供应商的成本很难被压缩。他压缩哪？他压缩的就是女人的成本。你们看那些就是各种民国剧啊，这个剧那个剧里面都拍的很真实啊。自己手上哎呀现金流困难了，这个困难的都让他们的姨太太拿自己的首饰啊，这个私房钱拿出来变卖呀。第一件事儿就是从女的这个地方开口子，对不对？所以说一个人他会不会大方，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他的现金流水平，并不是取决于他的整体身家水平。你们千万不要把这个概念搞错了，身家大不代表现金流大，现金流大也不代表身家大。因为有做很多特殊行业的人，有一些行业的人他们来钱来得很快，知道吧？全是现金流，每天都有大量现金流。但是呢，他可能也就是就是清钱，短期之内起家的，他可能还没有去置办他方方面面的资产，他做的就是一个现金流买卖。尤其是很多你们看做灰黑的特别明显，做灰黑的做赌的，做这些东西的人，他们在行情好的时候，他们的开销非常大，而且他们对女人极致大方。但是行情不好的时候，这波人就是第一个拿女人开口的，这波人第一个拿女人开口的就是这波人，知道吗？很极致，很极致。来，大家那个把右下角的小黄车点开点开可以看到我们团队所有的付费服务，我们的语音咨询、文字咨询以及我们的闺蜜圈。这一次呢，就是我带着我们闺蜜圈的10几20个小伙伴一起来到迪拜，跟我一起玩的一个闺蜜圈的富婆游然后呢，还有我们的金贵的关系正版课，金贵关系正版课大家买了以后呢，就可以有金贵的社群可以进，但是大家一定要扫这个右下角的二维码，扫了二维码之后，你们告诉他你说我刚刚下单了你怎么给我开启服务，好吧？我们的直播依旧是每周3场定时定点，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依旧是这3个时间准时准点开播我们现在的同时在线人数是5000多个人，宝子们，5000多个人来下一个。我跟你们讲，我以前就是认识一个女生，就是的，
那个男的带她去澳门，后来呢赢了好多，那一次就给了那个女生当时在我们武汉最贵的豪宅啊。他不是给的他房子，他是直接给的钱，当时好像就跟他给了1000万一次，就那一次给了他1000万，就是因为那个男的当时赢了很多，然后给了那个女生1000万之后，那个女生立刻就在最好的豪宅买了一套房子，然后买了一台宾利。后来这个男的输了，现金流断了，然后他就来找这个女的要这个1000万，当然没给啊，当然是没给，但是这个就是我看到的很多都是这样的。下一个，Hello， 你好。你好。你好。能哎，听到吗？你说。可以，你说。之前一直听你的直播学习，然后这次主要是想咨询我自己的一个定位，还有下一步核心策略的一个问题。我先说我的基本盘，那个相对年轻，然后长得还可以，然后26岁，属于那种路人里面好一点，但不算大美女的那种。然后学历的话也是比较一般，然后家庭的情况也不太好。对，属于那种4、5线小城市。然后我自己的话是年入在北京，然后年入那个10几个左右。然后的话，我现在的话，目前几个接触的情况，一个是，我跟我前任分手大概半年左右，然后是大学开始谈，他属于那种在大厂做战略，然后年入100多个，然后谈了4年，付出差不多100个左右吧。之前那个，把我当结婚对象去培养，然后已经谈婚论嫁，但是我自己的话，相当于是不太满足，然后会那个去外面看那种。哎，什么情况？怎么断了呢？怎么断了？断麦了？不方便了吗？这是？对的，我说过了的，黑灰只适合短期持有，不适合长期绑定，真的只适合短期持有，不适合在它上风期持有，适合在上风期持有，不适合跟他2个人同甘共苦，真的是，这是不是玩笑话？只能同甘不能共苦，做黑灰的人真的只能同甘不能共苦，我跟你讲。还有啊，你们是不是傻呀？这种都是怎么给的？这种钱都是怎么给的？这种钱都是直接给筹码的，好吗？都是赢的呀，怎么诉呀？诉什么玩意儿？你诉谁呀？你上哪儿诉啊？就在桌子上赢钱的人都是给筹码的，还诉谁？还诉的？哎呦我的妈，这个耳夹太重了，我耳垂小夹不住，不停的掉。不好意思，刚刚断了一下。接着说。对。然后我的前任的话，他是谈了4年，然后他在大厂做战略，然后的话谈了4年，付出差不多100个左右。他之前大学的时候也送我出国读书什么的，然后把我当结婚对象来谈。但是我自己相当于是老是想在外面看能不能找更好的，然后被他发现4、5次可能跟别人约会什么的，然后他之前每次都原谅了。然后我是今年上半年的时候，他又发现，然后说分手，然后很坚决，就怎么拉也拉不回来，然后离婚了，分了大概半年了。然后之前我一直在试图挽回，那个一开始是2、3周是会见一次，但最近这2个月的话，他是拒绝见面，并且说那个有在接触新的对象，让我不要再打扰他了。这是1号男嘉宾呢，2号男嘉宾是那个
社交软件认识上的一个正处级的小苹果，然后大我十几岁，然后那个见了2次，然后会送一点礼物，然后这礼物的总额差不多接近2个，对。但是我推测是围内只想玩一玩，他会莫名消失2-3天，然后突然出现，对。然后那你很对，你的推测很对啊。然后3号那个男嘉宾他是一个大厂的一个业务 leader， 但是也是大我10多岁，年入差不多也有200个左右，然后个人的资产的话，比如有房子有车子，大概我猜可能1-2千个是有的，然后是对碰认识的。然后他一开始是很主动说想要跟我长线发展，然后并且说如果谈半年的话会带我见家长，并且呢他是个人有一些额外的副业，然后他是希望我能够参与到他的副业里面去，然后但我目前没有答应，因为我觉得花费时间回报也很少，对。然后4号男嘉宾的话，他也是在网上认识的，然后基金行业，然后大我10岁，然后资产我也没怎么问，然后父亲是一个大苹果，然后现在的话就是我在拉战线，然后吊胃口，对方暂时比较上头了，但是能拉多久就不是很清楚了，然后男方目前还没有实际的付出，就这一波人有可能过1-2个月、2-3个月的换一波，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对，所以我个人的目标是，我希望说，第一个问题，我跟前任还有没有复合的可能？第二个是我自己觉得说，我雌竞没有光环，然后我唯一的可能年轻或者说稍微长得还行，他是在不断流失的，那我还是往之前的路子，比如说往上看，还是说就差不多找个年入还行，比如说5-6个、10个对我好的差不多得了。对我自己的定位，我要不要调整一下，还是说我应该怎么去看我自己？然后还有就是根据目前男嘉宾，你告诉你，什么？说你多大？我是26岁，对。你说完了吗？对，然后目前的这些情况的话，建议的下一步策略和定位的问题。你是什么学历啊？我是普通的本科。普通本科。你如果说找一个年入100万、200万的这种的话，肯定是一个很优的选项了。除非呢是找年纪比较大的，你还说或者说有婚史的，就是因为我听你听下来，你是对经济条件要求比较高嘛，对吧？对，是的。对经济条件要求高呢，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你一定要就像你刚刚说的，你有一点你也看得很明白，你唯一的价值就是你的年轻，唯一的价值。就是说你要如果再遇到一个像1号男嘉宾这样，年入多少？100多，对。再遇到一个这样的，你要珍惜，把心放到肚子里面来跟人家交往。你们很多人他出现的问题就是出在你的心其实一直都是浮在上面的，其实从头到尾你跟这个人交往第一天到最后一天，你都没有把心放到肚子里面来去跟别人交往过，一直都还想看，一直都还想看，一直都还想找。这个在你22岁的时候可以，但是你也26了，我觉得你主要是要学经验了。你们看，我说过很多次了的，手上抓的男嘉宾越多的，基本上这个盘子越不怎么地，就是这样。你们看起来好像1号、2号、3号、4号好像很多选择，但其实在这些选项里面，绝大部分都是闹着玩的，都不是认认真真正儿八经的走婚恋的。对，是这样的。我确实我对这一点是现在认知很清楚，所以我可能是 OK。那我翻译一下，或者说我确认一下，就第一个就是说，我定位的话，可能100多就已经很好，然后可能在实际情况里还要再往下降一些。然后如果说认识还不错的，可能就踏踏实实谈。对。对的，对的。OK。确实你能感觉到，包括你这个1号男嘉宾，其实你是能感觉到别人的诚意的，对不对？你是能感觉到他很认真的，对吧？但是呢，最后其实是因为你一直在眼睛在往外瞟，所以最后才被 pass 掉了嘛。
这种情况下，我跟你讲，求和没有意义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屡次三番，你这样的屡次三番，这样的再去求和，即使这个男生回头了，他不会跟你结婚。男生他是这样子的，10个男的里边9个半都有报复欲，知道吧？如果说你老是这么对他，然后呢，最后然后老是不珍惜，他最后是有可能跟你和好的，但是他最后就是为了跟你和好，然后耗干你的青春把你甩掉。10个男的里头9个半都这么想。好的，明白。那就是OK 1号男嘉宾那之外，比如说后面的几个，我其实都判断说都不行，就是在价值框架下面，剩下的3个应该都不行，我自己判断是这样的。这个已经不行啊，围内的别，没有意义，好不好？想走婚恋就不要看那个围内的。OK，对就是说那个2号是围内，然后后面3个都不是，对，然后对啊，那就一样，正常先处呀，看看谁的付出意愿更强嘛。对，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像3号，他是就是那个到10多岁，然后希望我能够参与到他自己的业务里面去的那个人，那个我现在没有答应，然后他是就是属于非常姑娘，听我说，你们走婚恋呐，好好走婚恋，不要听别人跟你画事业饼。你有什么能力呀？我告诉你啊，一个男人出来做事情，他要干嘛？他是不是要赚钱呐？对不对？如果要赚钱，你怎么才能赚到钱？是不是你要找一些得力的人，你要找一些有用的人，才能让你赚到钱呐？你有什么？你除了年轻漂亮，你有什么？你有什么工作能力是让别人觉得我必须要把你拽到我的事业版图里边来的？你能给他创造价值、创造效益吗？这个答案几乎是否定的，就是说你大概率不能很快为他创造什么效益跟价值，对吧？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为什么要拉你入伙呀？他拉你入伙最终的终极目标是在哪儿？是在通过给你画事业的饼来进行低成本持有，知道吗？如果你不能为他创造价值，他是不会干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的价值在什么？在于你。那么对于你来说，你收获了什么呢？没有意义。谈婚恋就好好谈婚恋，好吧？好的，谢谢。好，这样，拜拜。有些事情啊，看问题要看到事情的底层逻辑，透过现象看本质，知道吗？你们不要相信任何一个男人是纯粹的为了培养你，为了带你，然后让你来做事业的。我告诉你们啊，男人带你做事业只有2种，第一种是你非常有能力，你非常有资源，他清清楚楚看得到1、2、3、4，他很明确这个人加入到我的版图，他不仅仅是一个得力干将，同时我还要让他忠心耿耿。我要让一个非常得力的人非常忠心，那么我是不是会去找你这个非常有能力的女人，然后去跟你画爱情的饼啊？我是用跟你画爱情的饼，让你来跟我做事业，为的是拿下你这个得力干将，并且让你忠心耿耿，对不对？这是第一种可能性，就是一个男人带你做事业，这是第一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是什么？第二种可能性就是这个事儿谁干都可以，谁干没有区别，这个事儿谁干都是干啊，你不具备什么特殊性，但是我让你干，我就少一个人力成本，明白没有？就说我让你做这个事儿，其实我是在节约成本，我不是在支出成本，我不是在把我的成本越搞越高，我让你过来也是通过给你画爱情的饼，干嘛？在你这个点位上，如果我给别人要给3万，我给你画了爱情的饼之后，我只用给你给1万，我挣了一个人工，知道吗？
我可以跟你怎么说？我让你觉得这好像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的事业，我让你觉得这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的江山，但实际上呢，我心里很清楚，你的这个位置可有可无，谁做都一样。但是我让你来，我可能这个事业刚起盘，尤其是一些男的做小生意的，对吧？他做个小生意，他的那点生意，反正他本来请的可能他本来在外面呢，他这也就请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对吧？他是不是就请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你说刚毕业大学生他能有什么很强的能力呢？也没有啊。那他为什么要去请刚毕业大学生？是不是因为成本低啊？是不是因为这活谁都能干，成本还低啊？那他让你干嘛呢？你就是那个什么活都能干，成本还低的那个人，就是你，对不对？所以男人让你做事业，你们反而脑子要打个问号。首先第一件事叫自我评估，我有什么价值要让这个男的带着我做事业？如果我是想走婚恋的，对吧？我想走婚恋，我是要找这个男的结婚或者干嘛？为什么我一定要听他画这个事业的饼呢？搞得好像我很有能力，搞得好像我能做事业一样，我能吗？照镜子，我能吗？我有这个本事吗？到时候你因为这个工作跟他进行了绑定，然后呢，最后发现，哎，怎么钱没挣到，是吧？他没有挣到工作的钱，也没有让这个男的在情感上为他多付出，最后时间耗进去了，然后呢，你又觉得自己有了沉没成本，你撤退又撤不干净，对吧？最后你要掰，我跟你说，我说你赶紧换人，你赶紧掰，这男的不行，你又想啊，可是我现在在做事儿哎，我跟他都有事儿在做了，那我要换工作啊，我不知道要往哪换，而且我跟他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那我钱也没赚到，我又没有让他付出，那我觉得好不值啊，我觉得划不来。你们听了我这么多场直播，多少次女孩子都是这么跟我聊天的。我刚刚说的这通话，你们觉得熟不熟悉？熟不熟悉啊？是不是很多血淋淋的、很真实的案例，对不对？对，他要是你老公，你说你给他干这个活，搞夫妻店，问题也不大，对吧？他是吗？你们是这样的关系吗？最后你去做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工作，挣了那几个散子，你自己在外面都能找到，然后你还要跟这个男的搞这种关系，搞得个稀巴烂。有了这种关系之后，这不好意思提，那不好意思要，就总觉得他还有一种身份是我老板，值吗？这绝对就是一个不划算的买卖，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跟你们讲3个字叫性价比？性价比很重要。任何时候想一想，我的时间跟我的精力投入到什么点上是最高性价比的产出。我跟你们说，男人尤其是做点事儿的男的，比你们想象的要现实10000倍。千万不要用情情爱爱去理解他，知道吗？任何一个男的，他出来找女人，他都有自己一套非常完整的打法。他从小到大，他都有自己完整的一套打法，他不是到你这才衍生的一套打法，他是已经有一套非常熟练的打法，然后才用到你这来的。搞明白这件事儿啊！来，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大家扫一扫啊，扫一扫二维码，不会走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现在直播依旧是每周3场，准时准点开播，但是呢，每一场呢可能都需要大家通过这个我们在朋友圈发布的直播链接进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啊，不进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所以一定要扫我们微信二维码。然后右下角有一个小黄车，小黄车点开之后呢，可以看到我们团队所有的付费服务，我们的文字咨询、语音咨询、闺蜜圈以及金贵的关系正版课。大家如果在我们右下角小黄车下单了以后，可以去找这个微信二维码，让我们的客服帮你们开启服务，好吧？来下一个。喂，曲曲你好。哎 ，Hello， 你好。抱歉让您忍受这个夹子音，因为之前连麦切片的流量很高，被相关人员发现了。然后我现在最大目标就是赶紧进闺蜜圈，又怕打扰到你，因
因为我那个太沟太炸裂了。我现在这个大学生，然后就是我现在手上有一个大佬100亿左右，然后他这个现金流呢也给我看到了几个小目标是不止的。但是就是在前段时间我们去外地，在他没有付出太多的情况下，然后失手了，然后第3天呢，他就钱买一下吧，10几个 W 这样子，然后当时其实还有一个40 W 的首饰，要排队订嘛，然后他答应说回去搞定送给我，然后，但是就是在去之前这段时间我是不想理的，然后一接触发现他是一个很厉害很有思想人，我态度转变就有点快，然后他说我现在是他粉丝了，我又怕他觉得就是他得到后面就不兑现了，不知道现在什么态度对他，然后因为他就也在说什么因为就是他现在那个夫人比他小，然后也是他一手很厉害，然后他就一直在说想培养我发展，就是一个在想怎么培养我让我更牛出来，然后但是其实我自己觉得他现在付出的是太少了，然后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他情况是他多少男在外面有2、3个女嘉宾已经给他生了 baby， 然后抱回家去养，而且家里那个很厉害，就已经就是做到那种全国很有名那种女企业家，然后对，然后但他也没做措施，然后他就说你有什么愿望跟我说，然后生下来巴拉巴拉，然后然后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该什么人设，比如说我是应该付出主打一个拉他去shopping， 还是就是让他给我自身发展这种情况下投入。你自己是个什么条件啊？什么学历啊？什么能力水平？是985-211本科的艺术业。然后就其实你也知道嘛，现在这可能也属于这个夕阳行业，然后未来往哪个方向走，我自己也不是很确定。我是想后面再出去念书的，但如果说后面再出去念书，还是为了我有一个更好的这个婚恋发展的话，那您又说那其实本科就可以去解决掉，然后就是我也不太确定我自己能力能否就是胜任自己去做事业这样的一个方面。你跟这个人在一起，这个人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就是我去参加一个活动，然后比较的出彩。然后你跟这个人现在每天都有联系吗？有的，他就是每天都会给我发各种各样的新闻啊、时事政治啊那种东西，然后我会跟他交流。你有来我们这1v1吗？有的，我已经1v1很多次，但是在没有遇到这个人之前。我是觉得你既然现在手上有男嘉宾，还是可以过去1v1的。听下来的话，这个人你首先就是跟他每天正常的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感浓度的交流，然后有任何的诉求直接提就可以了。你别管你是事业诉求还是物质诉求，该提。只是说提物质诉求或者说提事业诉求，我们只是有一个节奏，这个节奏就是在于你刚刚有了一次达成之后，可能不要马上又搞，对吧？不要这么狂薅，这就是节奏问题。对的，但我又怕，就比如说我要这种奢侈品啊，可能不太符合我的人设，然后让他会觉得你很物质很虚荣，因为他平时他也不穿戴这种东西，他对这种品牌模糊。别说话，来闭嘴。我跟你讲啊，首先你不要预设别人的认知，一个像你所说的100亿大佬，还要思考，哎呀，这个女生好物质啊，哎，这个女生好虚荣啊，她脑子里还需要思考这个问题啊？你不要把你的认知植入到对方的脑袋，好吧？什么样的人他没见过，什么样的女人他没见过，他还会用这种方式去评判，哎呀，这女的好物质，买点奢侈品就是物质。他脑子里能过这个事儿吗？这个女的爱买奢侈品好物质啊！我给他情绪价值呢，还是我主打就是那种爱答不理的状态？你凭啥爱答不理呢？你爱答不理玩的又是哪出呢？那就是我需要比较低位的那种做小伏低吗？你就不能当正常人吗？不是爱答不理就是做小伏低。
你能不能当个正常人？我比较不太但你们这就没有，这种我跟你们讲，你们所有的愚蠢在于什么？在于你的动作你想硬凹，这是最愚蠢的。要不就是硬凹，我很有段位啊，要不就是硬凹，我当个傻白甜。你们就不能自然一点吗？我不能大方一点吗？对，我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不可以。就是比较矛盾，因为我觉得你已经是这个围内了，然后我答应你，但是我觉得你给我条件又没有达到我预期，又没有太多，那是我自己问题，我自己失手了，然后我现在就也不知道怎么做。对，你失手了的意思是什么？是不是说那就算了，我撤退，我不跟你搞了？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我给他了嘛，然后硬凹。对，你回到我跟你，我就是说我失手了，所以呢，我后面的意思就是说，既然我已经失手了，这个人已经废了，我就撤。就正常是这样吗？相处。那对，懂了。我不能当个正常人，可以是吧？这一步已经往那儿走了，肯定是基于现在这个，你看看后面怎么把两个人的关系往好了处嘛？把两个人的关系往好了处，这个不是永恒正确的命题吗？对的。你们这个脑子不用去思考波动性话题，思考永恒正确的话题就可以了。好的，那我的路线是走这个雌竞呢，还是说让他事业呢？他就老是想很多，他老是问我这种问题，然后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是来，你跟我说实话。你怎么想？就是我觉得我其实走哪条都可以，只要我能够拿到我想要的。结了吗？你看，实话会不会说？会。怎么呢？我怕他觉得就是我也没有想好我自己想要什么。哎，是不是什么都想要？是。那不就结了？实话让人不能忍受吗？ OK。你面对大姐，你面对的不是一个城乡结合部的小镇青年，好不好？啊，就是你不要跟一个大脑，一个真正大佬去搞脑子，懂吗？明白。你们不要认为自己很聪明、很有智慧，能够说出什么非常语破天惊的话，然后让别人觉得我操好牛逼，这女的不现实，好不好？你们不真诚，就是我就是什么都想要呀，我既想要奢侈品，我又想要事业呀。明白。有问题吗？好的。那如果1v1的话，那不如直接就是进闺蜜圈，不是有那个1年陪跑吗？是的，都是的，可以。这大佬给你那么多了吗？我觉得没有给你那么多，我自己有。别搞。你别自己有，你别自己有，你听我等等，你别自己有。我希望啊，你别自己有，你先一个月，好吧？你先搞1个月2个月。我们的导师呢，如果说你这个男嘉宾真的是一个大方选手的话，你肯定要不了2个月，你这个闺蜜圈的费用就出来了。所以你不要一上来跟我搞闺蜜圈，你上来跟我搞闺蜜圈，我跟你讲，我就怕你们这号人，知道吧？我们闺蜜圈里的绝大部分都是不心疼钱的，也不用想着这些问题的，好不好？你别来跟我说哇闺蜜圈，结果那个男的3天散摊子了，你来跟我扯皮，好吧？好。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还有一个8块腹肌小哥哥异地，然后见面3、4次，付出小20，他就是每天会问你在干嘛，就恋爱那种感觉。就有一个假期，我发现他跟别的女的去了外国，然后点开你嘉宾主页、社交主页，发现是那种超级白富美画风、大鸡巴、钻戒，然后爱马仕鳄鱼皮这种。然后刚好那段时间他看到我 IP 也在外地，我先没沉住气，拿证据证他，我说我就是那他也觉得我是和别的男的去的。但是后面他还是忍不住找我，我没有太回，但是他也没有继续付出。他说他还在生气，觉得是我肯定有别人了，就僵持在这里没办法改变。然后就我觉得他这个条件好几个女嘉宾也是可以接受，但是他没有给到让我接受的条件。然后呢，他可能也觉得我已经有别人了，就没必要给我付出，僵持在这里。就你们呐，太喜欢把别人的脑子想复杂了。人呐，其实没有那么复杂。真的没有那么复杂，知道吧？能低成本就不要高成本，能往你脑袋上扣帽子就不要自己承担责任，仅此而已。那就是没得搞了，就是只能拜拜了。没有什么拜不拜拜呀，你心态放平和想玩就好了呀。想玩，
你别把人家当婚恋对象处，好吧？别人没把你当婚恋对象处，你就别把人家当婚恋对象处。我都已经知道他还有另外一个，那我怎么呢？接受呢？你又想装？你又想装啥？你又想装啥，大姐？就这样啊，挂了。愚不愚蠢啊？愚不愚蠢？哎，你们是什么逻辑啊？我跟你讲，你们这个逻辑是这样的。哎，你说我能跟这个大佬演出一副我对他有感情的样子吗？那毕竟他是维内呀。那他是维内，那我跟他要是还表现的我对他挺上头的，那不是很假吗？这是个思路，是吧？这是个思路啊。再就是这啊，那这男的我都知道他有对象了，那我这个时候我还跟他2个人这样子的话，那不会让他觉得我是一个很随便的女人吗？是不是这种思路？是不是这种思路？稀稀巴烂，这是稀稀巴烂，知道吧？一个男人，他但凡在有各种女嘉宾的情况下，他还要出来找各种女嘉宾，他要的不是你的贤良淑德、忠贞不渝，好不好？他不是出来找你这个贤良淑德的，他不屑于你这个伪装出来廉价的自尊，行吗？他也不相信你不爱他的钱，只爱他的人，他也不相信你认为他身边会只有你一个女的，好不好？主打就是坦荡荡，好不好？大佬很简单，他要的就是你伪装的爱情，对不对？他要的就是你明知道他这个1、2、3、4、5，然后还要装出一副很爱他的样子，而且你装出来的这种爱里都是没有占有欲的，对吧？因为你也知道你这是装的嘛，这是装的爱嘛，不是真的爱嘛。你们那个真的爱一上来的时候，你不就是占有吗？是不是？你不就巴拉，你就觉得你不能这样，你不能那样，你不能跟别的女的那你怎么会有围城？你欺骗了我，他要的是这一套吗？他要的是你怎么有别的人？你欺骗了我，他要的是这一套。他当时出来玩的第1天，他要的是这，他要的是一个女的说，你有围城，你有稳定女嘉宾，你欺骗了我，你补偿我，你赔偿，你这个男的不是东西。他要的是这，你们自己一个人演什么呢？自己一个人，你的那个心理动作有没有点太多了？大家都是逢场作戏，对不对？谁不知道谁大哥不说二哥这个事儿，都是出来玩的，要的就是这种恋爱体验感，仅此而已，是吧？他会在这个恋爱体验感里面去想，你看这个女的，明知道我有，她还这样，你看她这个样真不值钱。她是这样的吗？她不是的。她是什么？你看这个女的，她虽然知道我有1、2、3、4、5，但是依然愿意服务于我，简直就是我现在最想要的。我能多上一个，省时省心省力，简直就是我的良配，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要不然他出来干啥呢？他出来是为了受道德谴责的。他出来玩是不是为了让你们这些女的道德谴责他，说他这个男的稀巴烂不守妇道还要说可是我要是说我买奢侈品，他不会觉得我这个女人很物质吗？他要找的是不物质的。他一个100亿大佬，他好不容易挣了100亿，他还有2、3、4、5、6的女嘉宾跟他生了一个连，他出来找你个不物质的，是吧？他最好找你个没见过世面的村妇呗，村花，是不是？你是你们那个村头那个村花，长得漂亮但一无是处，他就喜欢这样的，是吧？我会不会太物质了？你能认识他，你就已经是很物质的人了。你不是很物质的人，你认识得了这号人物？那个村花他认不认识得了我们直播间里也不光有你们这号物质的，也有不物质的。那不物质的，他们天天都在问大佬是哪里找的，对不对？不物质的女的每天都在我们直播间里问，你们是在哪里遇到这样的大佬啊？你们说的是人民币吗？你们说的是冥币吗？对吧？他不物质，所以他接触不着他接触得着吗？他能
进得了这个名利场，他进得了这个名利圈不？你已经在这个名利场里头跌跌宕宕的这么多年了，你非要在这个男的面前演你不物质，那个男的快笑死，知道吧？他快笑死过去。你看这傻缺呢，他还觉得他演的挺像，这男的内心就这样的。你能跟我演啥呢？你还不如坦坦荡荡、直直白白，对不对？我既然今天已经能认识得到你这号人，就说明我就不是一个多么简单的小白花，对吧？我能在这种什么朋友的朋友介绍，哎，一个社交局，哎，一个饭局，一个这一个那，我能是个不物质的人。我顶多是个什么呢？我顶多是一个我虽然很物质，但是我还没拿到大结果的人。我最多是个什么人？我最多是一个很物质但还没拿到结果的人。我能是个不物质的人？我是个不物质的人，我在这里坐着跟你们老头吃饭，是不是这个道理？对吧？所谓的这种圈子里的小白花，无非就是没拿结果的，还虽然想拿，还不知道怎么拿，还没拿上，只有这，哪有不想拿的呢？不爱钱的跑这儿来坐着，你耽误时间，对不对？你跑这儿坐着干什么呢？所以说不要给自己硬凹这些东西，硬凹这个大佬的想法，真诚坦然，只是说我们要用不讨人，不就是我们是不是讲时机大于态度大于话术啊？时机大于态度大于话术啊，对吧？是什么？是我就是一个很物质的人，我就是一个很现实的人，但是我的表达方式不遭人讨厌，对不对？我表达方式，那男的问你说啊，哎，你跟我在一起，你想得到什么呢？你是想买东西啊？你还是想搞事业？你想干什么？你有什么诉求？你跟我说呗，对吧？我怎么让这个人不讨厌？我不能说，那我跟你这年纪这么大的在一块儿，我肯定得要钱呢。你这是属于不清白，对不对？你脑子没有不清白，这个话肯定就不能这么聊，对吧？但是其实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其实我们只是换了一种比较唯美的表达方式，但是最后表达的还是这个意思嘛。这个男的问这种问题，你不就是用一个比较好的语气跟态度去表达，但是最终表达的还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我觉得我现在吧还年轻，我也不想考虑谈婚论嫁的这些事情，我现在就是希望让我自己好好提升，无论是在自己的能力上啊，在自己的收入水平上面，还是自己的外在包装上面，我都希望能够得到一定的提升。我看到你的时候呢，我觉得你应该就是我想找的这样的一个能够让我依靠、能够支撑我的男人。我觉得跟那些小男孩在一起特别浪费时间，我觉得跟你在一起每一分每一秒，我一定都能得到点什么，收获点什么，对不对？其实我表达的还是这个意思啊，我跟你个老爹爹，我跟你个老头在一块，我图啥嘞？我肯定是这也图那也图，我什么都想要，对不对嘛？你还是这个意思嘛？你意思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但是你只是用了一个比较舒服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而已，对吧？这就够了呀。你们永远不要想着你去扭曲这个意思，表达成了一个我又不是要你的钱，我是要你的人，那就废了，那是不是就废了？我们表达是什么？我们表达的是，虽然我想要你的人，但是我要不到，所以我只能要你的钱，聊以慰藉。他这个话是这么聊，对不对？其实意思都是这么个意思，但是你们一上来就是想包装啊，我不要钱，我要人呐，我要情绪价值啊，我要你陪我呀，对不对？你给我花钱有什么用呢？你们其实说起来是这，其实内心里打的全是算盘珠子，对不对？其实内心里面全都是，哎呀，这个男的怎么回事啊？他又不陪我，又不给我花钱，对不对？其实你心里全是这。其实这种时候，这个男的干嘛呢？就是因为你给了他装傻的空间。你一旦说我要你的人，我要你的人，我爱你，我要你爱我的，你是不是给他装傻空间？对不对？他就可以不花了，因为他心里知道这个女的在装。你要装，我就陪你装，对吧？但是当你不装，你呢一边不装，一边还给他提供情绪价值的方式，提出你的诉求，实际上是在干嘛？你是在哄甲方高兴，他就是另外一个概念了，对吧？所以不要觉得自己很聪明，
你们有的时候就是总觉得自己能装得像啊。我到底你看那个好多年前，就是一个女的跟我打电话说，曲曲，我第一次跟这个大哥在一块儿，你说我到底是表现的经验很丰富的样子，还是表现的什么都不懂啊？我说你他妈经验丰富，你还能装得出来呀？我说经验丰富是你装得出来的吗？对不对？你倒是想装个经验丰富，我们那个哼哈课是白开了的，知道吧？你装个经验丰富，我看一下，你怎么装？对不对？有些东西你装不出来的，人家那个不爱钱的女的那个走出来那个状态跟你都不一样，她表达的那个语气、眼神，她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一样，她都不会上这个桌子。你现在让她来这个桌子吃饭，她一看到这些人，她就觉得这他妈吃了个什么饭走了，都是这样的，明白吗？来，大家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扫一扫啊，右下角的二维码扫一扫。我们现在像这样畅所欲言，也只能在我们私域了，对不对？我们私域现在打的都不是叫内部直播，我们打的叫内部会议。我们这是在这儿开会，对吧？我们这不是在干直播，我们这是在开会。这是一个啊，几千个好朋友在这里开会，对不对？在开会嘛，反正那我就说嗨了呗，对不对？说嗨了啊，这不是给公众传播啊，不是给公众传播。来，右下角的二维码扫一扫啊，然后大家有需要找我们1v1的文字1v1、语音1v1，或者是闺蜜圈啊，或者是想要买这个金贵的关系正版课进我们终身服务的这个社群啊，右上角的这个小黄车点开，直接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付费服务，也可以直接在我们小黄车下单。但是你们下单任何的产品都要去找我们的客服，跟他说你刚刚下单了，让他帮你开启服务。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转发给你们的小伙伴，好不好？来下一个。不要那么小气啊！赠人玫瑰，手留余香。能量要分享出去，我们的能量就会越来越大，对不对？喜欢我、支持我的人越来越多，那么我就越来越不容易被打败，被竞争对手所打败，被我们反向的价值观的群体所打败。这个没连上啊 ，Mermaid 没连上啊，这个玲没连我 ，Mermaid 没连上，对，在哪里可以遇到大佬？你可以去我们的你可以去我们的金贵的社群交朋友，然后让小姐妹们带你们出去 social。我们的金贵的社群估计啊，涵盖了全国50%的社会活动家，各个城市的，无论几线城市的社会活动家，可能都在我们社群里头，都在我们的社群里头。我以前就是他们以前就说我是武汉的第一社会活动家，社会活动家。昨天晚上我们不是在迪拜嘛，然后在那个看表演，就是那个沙漠里头看别人表演跳舞啊什么的，然后旁边一桌的人一直看我，一个男生一直看，后来我也没太注意，结果等我把我们去吃那个自助嘛，然后把那个盘子一端过来的时候，然后那个男孩子就冲过来，他说：“曲曲，我是你的粉丝，我可以跟你合影吗？”在迪拜耶，一大桌子，结果后来他们说妈妈、妹妹全是我的粉丝，都在一块儿，然后他们排着队在那站着，让我跟他们拍照。在迪拜，你们知道吗？我说我们现在这个影响力还是可以的，深入人心。你们要想在社群里面社会活动，
一定要自己去social，知道吧？社群里面能人非常多，有资源的人非常非常多，但是你们一定要找到这样的人，不能够被动等待。我们的社群这么多，我们没有办法给大家每个城市去给你们开活动的。你们知道我们有多少个群吗？我们一个群200号人，我们现在有75个群、76个群，知道吗？你们想想看，我们社群有多少人？你们要自己去沟通啊，给大家提供的这个平台，你哪怕就是说你进一个商会，或者你去参加一个什么商业课是一样的呀，最终还是要靠你自己1对1的去聊啊，对不对？去交朋友啊。Hello， 你好。Hello，哎，你稍等，我还在刷牙。啊，好了，好了，因为我看老师没连到我，所以我就去刷了个牙。其实我是你的老粉，4年老粉，我是3群的。然后，对，而且我感觉我是你的第1个视频我就刷到了的那种。我有个问题，我有2个问题啊。今天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男人的底色是什么样子？我到底还就是他到底还值不值得我再观察一下？就是我是7月底，我一个朋友介绍我们认识的，然后我是手过1次快乐症，我35岁，然后有个娃，然后我现在资产大概是1000个，1000多一点吧，1000多个，就是全部加起来。然后他给我介绍这个男的呢，是一个我们这个省一个地级县里面的一个矿老板，做矿的，就是那种文化素质不高，但是他然后普通话都说不太清楚那种，但是他就是资产水平应该是还可以吧，因为他有4个矿，然后这种矿都是那种稀有金属矿，就这样一个情况。然后这个男的也是一个持快乐症，然后是需要走婚恋关系的。然后他一开始就给我画了4个饼，从跟我认识开始就给我画了4个饼。第一个就是让我去打干细胞，因为他是觉得他想要让我 DIY 和就是自己生，就是他是希望我们能够有3个小孩儿。第二个饼就是买一套过渡房，就是我们2个现在就可以住进去的那种。买一个那种已经交房的，但是没有人住过的2手房，大概500个、500-600个左右。第3个呢，就是买一套江景房，大概是1000来个。然后第4个呢，就是给我一个，因为我现在就是在我们这经营了一家，我原来是做金融行业的，但是我辞职之后就是开了一家店，就是有一家店，我每年大概是好的时候可以入70-80个。就是这2年稍微差一点，大概是40-50个，就是这样一个经济收入。然后他给我画了这4个饼，然后就是我们在一起之前，他是付出了20个。我本来是想要他，因为这个事情我之前跟你连过1次麦，然后你当时说他有可能是搞诈骗的，所以你让他是付出50个，然后在一起。但是我这个执行起来我有困难，就是在他付出20个的时候在一起了。然后在一起一共1个半月，一个半月的时间内，他又付出了30个。然后这个中间我们去看了，就是关于他就是他给我承诺，就是画的这4个饼，就是2套房子我们都去看了，都已经看好了。其中那一套过渡房，那个500多的那个过渡房呢，都已经交了定金了，等到要签合同之前，他跟我说我现在买不了。他说他什么有一个就是法院有一个什么一个案子之类的，他现在什么账户会被冻结一段时间，还把那个东西给我看了，我根本就没看，因为我觉得这就是假的，我根本就不想看。我觉得这是我很不能接受一个男人出尔反尔，然后再加上那个干细胞的事情啊，就是本来这是个很简单的事情，就是10几20万的事情就可以搞定的事情，就他也给了我这么多钱了，是可以去打。但是他就偏偏他就跟我说要到他自己成立的一家公司去打，但是其实后来
我去了解了之后才知道，他那个公司至少要1年2年之后才有可能正式的运营。就是如果我到外面去打的话，要10来20吧，10来20，他可能觉得太贵了。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流程。然后他开始说那个房子不能买的时候，他就说，那我给你20，你先去打干细胞吧。我说你跟我承诺的4个事情，从我们认识的从我们就是你追我的第1天开始，你开始承诺到现在，因为我们是大概是牵扯了大概3个多月在一起的嘛。我说我们的认识都已经快半年了，你画的4个饼1个都没有实现。他说那既然这个房子暂时我买不了，那我就先给你20，你去打干细胞吧。我周一叫你财务转给你，然后他说的是20，结果周一财务就只给我转了10，他就可以马上说了，马上就可以减半。所以，然后后来我这个事情我也打算忍下来，然后打算跟他好好相处。我想看看他说的这些到底能不能实现。但是因为有一次我们就大概就过了几天之后，因为我心里一直憋着气嘛，然后我们就发生了口角。他也是那种不愿意服软、不给情绪价值的那种人，然后我就直接把他给拖黑了到现在大概是快1个月了，他也没来找我。所以我想让曲曲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男人的底色。到底是一个特别不堪的底色，还是说还可能有他的那个？我现在我自己有点搞不清楚了。1个月了，他没找你是吧？他没找我，他找了我们那个介绍人。然后呢？他找了我们那个介绍人，怎么说呢？我那个介绍人，那个姐姐是我们这儿曾经的一个名媛，但是他们家破产了。他就说：“你以为她是你们那小县城里的女孩吗？”他说：“她又不一定要跟你也一起裹。”然后他说他条件这么好，自己素质这么高，他自己学历也很高，英文也很好，他打算到香港去发展了。他说这样的女生你 hold 不住，那是你自己格局不够，就这样说。然后那个男的他就没说话了。我现在听下来啊，他只不过是什么呢？他呢有一点打肿脸充胖子，但是呢，男生有一些是实实在在的，就是首先他的付出是实际的，对吧？他好歹他是花了这些东西下来的。他前前后后也花了60，对吗？50，对，50多，不到60。然后我们2个一共在一起是1个半月。对呀，你看他实实在在花了这么多，但是呢，当时可能他来追你的时候呢，可能就被你那个姐姐呢把你的条件说得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导致他自己呢可能有点气。他在有点气的这个状态里头呢，你男的那些不好的劣根性就都出来了。就开始给你1、2、3、4、5的画饼啊，搞这搞那的，说的自己很牛掰呀，对吧？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又是小城市啊，然后呢，他自己又觉得自己比较土啊，然后你呢白富美呀，他首先是因为他觉得你的 level 高，他觉得他自己有点配不起，所以呢，他一边花，但他一边呢又有一点点在打肿脸充胖子。我觉得啊，这个男生目前看下来还看不到什么特别差的点位。因为钱花下来了，虽然说房子的事情可能他对不了线，但是他只不过他是在打折，就是比如他跟你说给20，但是他给10，对吧？但是房子呢，确确实实是他画的饼也比较大。但是你要考虑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男的他的实际水平是不是被夸大了？他付出呢是付出了，他有钱呢肯定也有点小钱。但是他有没有到那个程度，这要打问号。因为如果他真的到那个程度，他可能他就不借了。他应该就是那种资产还可以，现金流不够的那种人群。不清楚，但是目前看下来的话，大概率还行，其实还行，没有说到那种说很差的那种地步。画饼嘛，虽然他画的那些饼没兑现，但是他画那些饼太大了嘛，但他起码他什么东西他在做嘛，而且你们俩断联了1个月，他也没有往回要嘛。还20天吧，20天，对，有20多天了，对，他没往回要，但是他也没有找我，他也没来找我，我就在想，不是他没找你很简单，他已经在你姐姐那吃了闭门羹了。对，他就会觉得你就是看上他，
他觉得你要求的那些东西，他可能确确实实是达不到，就这样。那这个事情，蛐蛐，你给我一个行为上的建议呗。其实我是觉得可以再观察观察，没有完全判死刑的地步，还没有到判死刑的地步。那是不是在观察？如果就是几个的男的吗？什么？你能找到别的1个月给你付出几10个的男的吗？曾经有过，但是这会儿要马上找到，我觉得有困难吧。我曾经有过比他我觉得可以观察付出更多的，但是那个不同，那个是围内啊，那个，所以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跟那个人长期那个，这个是打算跟我走婚恋关系的。我说了嘛，观察观察，把自身水平摸一摸，帮你调查一下，或者找相关的一些，就是你看看他所有那些东西是否是真实的，好吧？这个我也查过。观察的话，那我因为我觉得我是那种脾气比较大的，就是他就是这种前面跟我承诺的东西不兑现，我就老觉得这个人品有问题，然后我就特别容易发脾气，我就没有办法像之前他承诺的那些东西，你当时就应该觉得那些东西就是画饼，对不对？兑现啥呢？给你兑现大平层，有毛病吧？你们都是有婚史的吧？有过婚史，是的。脑子有坑跟你兑现大平层。好吧。行，那是我自己太容易就是把这个饼，就是把它吃下来了，觉得它是有可能实现，是我自己的问题。没有必要，就没必要，好吗？可以再观察观察，主要是还是看看人品，好吧？好，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时间到了。时间到，好，行吧，那就可以了。这个人是这样的啊，他有没有或者说他怎么样，有一点是肯定的，我拿到手的是肯定的呀，对不对？我拿到手的东西是真的呀，别的东西我看不明白，我不知道这个人哪句真哪句假，我不知道他到底能有多大个水平，但是他给了我这些东西是真的呀。一个半月的时间，人家付出了50多个是真的呀，而且付出了这50多个，你把人家拉黑了快1个月了，人家也没有找你要是真的呀。这两件事目前是可判断。你就觉得一个人一个男的在短时间之内给你付出了这么多，对吧？而且呢，在你跟他拉黑了之后，他也没有往回要，就这两件事加起来，我觉得这个人没有说特别的不可以给机会，对吧？还没有到完全的要把他一棒子给他打死的这种地步，对不对？只是说呢，我跟你们讲，很多人吧，他就是习惯不好，很多的人就是习惯不好，喜欢画大饼。有些男的呀，他们是从小到大习惯性的画大饼，他就是画大饼画习惯了，因为他做生意也画大饼，他跟甲方他也画大饼，他跟领导他也画大饼，他跟合作伙伴他也画大饼，他跟谁他都画大饼，他喜欢讲故事吹牛逼画大饼。很多男的10个男的里头有1半以上都这样，在外面做生意的都喜欢这么去吹，知道吧？他习惯性的是什么呢？先把这个人或者先把这个项目拿下再说，后面他可以慢慢的再跟你裹，对吧？先拿下，觉得他后面还可以再跟你讨价还价呀，再跟你磨呀，他可以慢慢跟你弄，对不对？但是这个呢，其实并不代表就是人品差，他并不是什么都不做，他只不过是把他的程度吹得过高而已。但是这是很多在外面做事的男的都会有的毛病，那不是1个2个，真的不是1个2个。我跟你们讲了的呀，男的就是比如说他可能1年挣100万，他就把这个100万拿去买个300万的车，知道吧？这种行为的底层逻辑其实它都是一模一样的，对不对？你说一个男的他真的上来跟你夸的给你买大平层，夸的跟你搞这，夸的跟你搞那，这现实吗？人家在画这个饼的时候，你脑子要想一想。我们这里有一些客户来的时候啊，碗都没整，一来跟我说，曲曲，哎，那个男的，他说了让我跟他 DIY， 我说 DIY 干嘛呢？他 DIY 给我1个亿，他 DIY 给我1个亿，
我说你们俩认识多长时间？就是在一个相亲局上刚刚认识的呀。我说那你是什么地方那么的特殊呢？他说我查过了，他的背景都是真实的，资料都是真实的呀，这真实的那真实的。我说人家这真实的那真实的跟你有啥关系呢？啊，后来我说，结果他被那男的磨软磨硬泡，最后拿下了，哼哈了完了以后，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他说了现在要让我去推荐 DIY 了 ，DIY 了就会给我1个亿。我说咱们能不能这样？我说咱们能不能这样啊？咱们先别 DIY， 先这样。我说他不是说要跟你给1个亿吗？你先让他拿200万，好不好？我说你先让他拿200万，然后呢，如果拿了这个200万，你再跟他去 DIY， 再去求后面那个1个亿，你觉得呢？他说，那我找他要个200万，万一他后面不搞了怎么办呢？我说你连这个他说那万一我找他要了这个200万，他觉得200万就能把我打发了咋办呢？他说万一200万，万一他觉得200万就能把我打发了，后面那个1个亿不给我了怎么办？就是你们，而且关键是能够问出这种问题的女生都不是那种没有认知的、穷的、没见过世面的，根本不是。问出这种问题的女生都是高知高收入，知道吧？她只不过是在男女关系的相处上面严重缺乏经验，但是她就是因为她自己高知，所以她自己认为自己值，自己认为自己配。当一个男的画这样的一个饼的时候，他自己认为这个男的他是真的想这么干，因为我就是这么好的条件，我就是这么优越，明白吗？他这个逻辑是这样的，所以他们就会相信这个男的说的这种话。实际上这种事情他的正确处理方式是一开始你就应该把它当个笑话，当个饼，对不对？因为他过大了呀。他如果只是说，哎，我给你送个什么几十万的，哎，定情礼物，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预期的，对吧？你说都不是没有什么几十万，这哪有一上来就跟你说，哎，我给你给1000万、2000万、1个亿的呢？你这不是空口白话？我给你送天上的星星、天上的月亮，是吧？我把你的名字挂在月球上面去，我让你跟马斯克一起去上月球，对不对？你这有点过于，有点过分了。关键在于我跟他说，我说让你先拿个200万过来，他说，那我要是找他要200万，不是显得我很 low？ 他觉得人家给他定价定的是1个亿。他要是按照我说的跟别人说个200万，一下子把他自己人设做低了，明白吗？就是这个逻辑闭环，这特别搞笑，跟我掰扯呀，往死了掰扯。因为他们认为人家能跟他开出1个亿的口，那是基于他非常牛掰的学历，他非常牛掰的工作背景啊，他1年也能挣上百万这个那个的，他觉得所以说人家才会给他抛出这样的橄榄枝的，对不对？他在人家心里就是这样的一个价位。然后现在分批没出把人搞定了，就是因为他信了别人画的饼。搞定了之后，我说让他开个这200万，我说你能把这拿过来，那已经是，我说那已经是值得炸鞭的事情了，知道吧？欢天喜地，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了，已经是。结果我跟他出这个主意，他跟我说，那我在他心目当中是这种人，我跟他开个200万的口，他不把我搞 low 了，咋办？其实刚刚这个女生其实她就是这个毛病，她这个毛病也是在这儿了，知道吧？因为她觉得这个男的刚开始给她画1、2、3、4、5的饼的时候，他没有把它理解成是一个饼，他认为是基于他的整体的质量、感觉、价值感，让这个人就愿意给他这么多，他没有把它理解成是一个纯粹的画饼的动作。然后这个人给他付出了几十了，其实几十也不少，但是他还是会觉得，那你给我说的大饼怎么没兑现呢？对不对？其实这个事儿他不是这样的，你要把它理解成是一个这种男的他正常的一个逻辑，他正常的一个处理方式。先画饼，拿下完了以后呢，看觉得有没有价值，有价值的话呢，给你给一点付出，也不能一点不付出，对吧？然后一边跟你给小的付出呢，一边把他画的那个饼呢慢慢的往下压，然后让你逐渐的忘记他给你画的这个饼，对不对？或者说再跟你去拖时间，比如说拖到个1年，拖到个1年半，他觉得确实相处的合适了，然后再跟你抛出他实际的实力水平，然后最终可能他给你画的1000万的饼，最后给你完成个300万，是这么个概念啊。来，大家右下角的这个微信二维码扫一扫啊，
右下角的微信二维码扫起来就不会走丢我们的直播间了。我们现在直播每周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一年365天定时定点开播。但是现在呢，我们都只在这个私域，我们不在公开平台做直播，所以大家一定你的微信才不会走丢。右下角有一个小黄车，点开可以看到我们团队所有的付费服务，语音咨询，这个文字咨询、闺蜜圈，还有金贵的关系的正版课啊，都在这个小黄车里头。大家如果拍了的宝宝，也要去找客服，跟他说你拍了，让他帮你们迅速的开启服务。我现在是在迪拜，我现在在迪拜的时间是早上8点，今天是早上5点半起来的。6点钟开始给大家播的，然后是国内的时间10点钟开播的，现在8点，国内的时间应该是在中午12点，对吧？我们还有2个小时啊，天黑播到了天亮。来下一个，后来那个女生肯定200万是没拿到，但是那男的就给她送了个10万的礼物，然后就说再慢慢处。但也撤退不了啊，他说那咋办呢？那就处呗，那怎么办呢？我这只能处了，这还能怎么办？哎，嘟嘟怎么没有了？刚刚还连了我的。再把这个 mermaid 连过没？不饿呀？怎么会饿呢？这也没到我吃饭的点儿啊。补不了觉，今天我一下播我就要去收房。今天收房，然后收房我也会给大家拍一拍的，看看我们在这里的小公寓。对，昨天晚上冲沙了，累得够呛，昨天特别累。然后今天收房。17年买的时候还好，17年买的时候，我们那个房子不到70平，花了不到300万人民币，现在的话可能要400多万吧。这个 mermaid 一直连不上哦。Hello， 你好。你好。你好。这是可以听到吗？哎，你说。好。现在有点激动，我先说一下我的基本盘。我生活在4、5线城市，28岁，本科毕业，年收入大概30个左右，然后有房贷，长相呢6、7分，原生家庭不太好，和我老公家悬殊有点太大。然后呢，我老公是29岁，独生子，属于比较成熟有担当的大男子主义类型。他们家就是家庭比较和睦，家里面大概有2、3个小目标。然后他在自己家公司上班，但是经济大权呢是在我公婆手里面的。我们俩恋爱5年，结婚3年。然后结婚第1年的时候，我父亲和我哥哥，就是因为想赚快钱就进去了。但是嘛，我公婆目前都不知道这个情况，就是我老公是在帮我隐瞒的。然后就当时呢，我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就是我有一个宝宝，就是已经6个多月了没有保住。我说的语速可以吗？可以说。好。然后呢，在那个期间，就是我当时在家坐月子嘛，就做空月子，我发现他有 PUA 行为。他当时呢，就是认错态度也很好，他还帮我就是想办法给了我40个让缓解当时的困境。然后今年我们又有了新的宝宝，然后宝宝出生后，我公婆给了我60个，送了我们一套价值400个的别墅，但名字是我公婆的。现在呢，就是我们是和公婆一起住。我婆婆是属于比较强势的性格，她很开明，对我也特别好，就是掌控欲有点强，我有时候自己感觉有点小压抑。然后我老公也比较怕我公婆。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和我老公10点半上面稍微有点不和谐，就是婚后我提的稍微多一点，他提的稍微少一点。他有时候就说他父母对他的要求太高了，他压力太大，很累。然后因为他。然后，因为之后，他们家的生意是需要他接管嘛，就是，他压力比较大。然后我还面临的问题是，就是我们要生2胎，可能6、7年之后，我需要带着我的2个宝宝一起去1线城市读书。然后我老公是需要在本地的，他走不开，他会抽空就是每周去陪我们这样的情况。然后我想说一下我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我和我老公家庭悬殊比较大，就是我可能比较没有自信，然后我怎么样去提升我自身的地位，让我老公更爱我，或者说怕我，就是假如之后让我再发现他有 PUA 行为的话，我怎么做会更好，或者你可以给我提点建议吗？我觉得你可以来我们的杭州线下学一下。好的。首先是在这个点上，我觉得你可以稍微的说什么呀这个那个的，无非就是觉得你这有点没意思仅此而已。然后呢，其实我们常常说嘛，男人2个钱袋子嘛，上面一个钱袋子，下面一个钱袋子嘛，2个钱袋子都抓住呢，这个人大概率就问题不大。其实看起来他其实对你们还是挺好的，是不是？对，我公婆和我老公都对我非常好。我觉得你呢也可以相应的去学习一些财务知识。然后呢，作为不时之需，不是说你以后这个事儿一定要派上用场，但是万一有一天你能够管到家里公司的一些财务，那么其实对于你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保障。包括你未来要什么6、7年以后要带小孩出去读书，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要把米的问题搞明白，别的事儿其实都好说。我懂你的意思。然后我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有点迷茫和困惑的点，就是我自己开了一个小店，然后呢我在纠结是我去开一个大店做中高端呢，还是说我现在就是不需要把这个精力放在这儿，去想办法获得一份就是带光环一点的工作呢？因为你这个小店一年挣多少？20、30个。然后你老公一年给你给多少？我老公其实平时他也没有多少，就是我公婆1个月可能给他2、3个，然后大部分都是我公婆给我，就直接给我。我婆婆对他掌控欲也很强，就是大部分他的收入支出我婆婆都知道，因为他从家里面拿钱。那么就是说你的这个小店实际上还是给你补贴了很多收入的。还好吧，就是我平时自己的开支也挺多的，就是我会给家里我自己的消费也比较多。就是说你一年你公婆能给你补贴多少嘛？我们主要是看谁多谁少的问题。差不多，就是10个、20个，就差不多了嘛。那这样子说的话，那你这个小店肯定是不能丢啊！你搞个有光环的工作有个屁用啊？赚不到钱有个毛用啊！那我就是年后的话，我自己重新开一个中高端的店，这样的方向是对的，是吧？可以的，没问题，能够让自己挣得更多，永远都是对的。好。那我第3个问题就是，曲奇，你认为我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自己最需要注意的是哪些？就是我自己提升自我的话，更要着重哪些方面？我怕我自己跑偏。着重哪些方面？我刚刚已经说了呀。我觉得财务这方面的知识，对的，不是理财，财务是一个专业，好吧？会计、财务不是理财。好，我刚才紧张说错了。你们那点资产有啥好理的呀？不是什么超级大户，不亏就是理财，理什么财？主要是管账的事儿得搞明白。曲曲，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和我老公结婚的时候呢，我公婆其实也给他介绍过，就比较门当户对的，但是他都没有去，就直接说要和我结婚。我当时就是很紧张，也害怕，因为我害怕我接不住。就是他还是比较在乎我，就是
比较爱我的，对吧？对，问这个问题干什么呀？啊，恋爱脑的问题哦，好吧，我可啊！能我知道了。他好爱我啊，他爱我的哦，他爱我的。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我对爱情过敏，我对你们这种问题我过敏啊！好，我明白了，谢谢你。我没有别的问题了，主要的问题都问好了，谢谢。好，就这样，拜拜。拜拜。哎呦，一开始说我怎么能让我的老公更爱我，我还以为他只是就是说为了家庭稳定性这个那个，他最后问的问题是，你说他是爱我的吧？啊！哎呀，我对你们的爱情过敏，我真的对你们的爱情过敏啊！其实要爱，我跟你们说，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一种幻觉、泡泡，知道吗？爱情的本质，它就是长年累月的陪伴、相处、身体之间的摩擦，然后让你对这个人的味道、温度产生了一定的依赖。我觉得这个是爱情啊！我对爱情的理解是这样的，我跟你们讲啊。我有一个我原来就写过一段话了的，就是我认为我是一个爱情制造机，我跟任何人都可以产生爱情，而我选的这个男人，他只不过是被我点上台的一个幸运观众而已，知道吗？我想跟谁产生爱情，我就会跟谁制造爱情。任何一个男人，只要我想跟他制造爱情，我就把他点上台，就你了。是这样，不是说这个爱情啊，不是说我只能跟谁啊，他爱不爱我，我爱不爱他，爱来爱去。爱情是一场幻觉，知道吗？爱情就是我看着你的时候心心眼，对吧？我每天跟你说很多情话。爱情是一个很空洞的词，它最终是要落地。它落到哪里呢？我们每天彼此对视的眼神，我们说的每一句话，是不是都在表达我好爱你，我好需要你，对吧？我的每一句话，我都想着怎么能让我们之间充斥着这种爱情的泡泡，对方听到你讲话咯咯笑，是吧？就这样，然后呢，花更多的时间拥抱彼此，相处，感受彼此的温度、气息，然后你们之间就有爱情了，那不就是爱情了？什么是爱情呢？你告诉我，什么是爱情？这个就是爱情。爱情就是让你身上的感官耸动，对不对？你的感官、你的细胞都在耸动，是不是？我跟这个人相处的时候，皮肤在摩擦，我是不是觉得我的荷尔蒙在上升啊？对不对？我在看着他的那个过程当中，我们两个人在交流情话的过程当中，我是不是觉得我的荷尔蒙在上升啊？感官的耸动，仅此而已。它只不过是一个，你把它看得生物化一点，知道吗？把它看得生物化一点。你们不要你们说的那种，我怎么让他更爱我是一种非你不可。为什么我对你们的这个爱情过敏呢？因为你们表达的时候，你们向我提出这种问题的时候啊，好像仿佛这个世界就他，是吧？我怎么获得他的爱呀？如果不能获得他的爱呢，就怎么样呢？我的生活呢，暗淡无光了吗？我就觉得没有希望了吗？不是这样的，我们是一个爱情制造机，你们要把自己看成一个爱情制造机。我的每一根头发丝儿，我从头到脚的每一根汗毛，每一颗细胞，我都能够散发爱情的味道。任何一个人他跟我在一块儿，我就让他快乐，让他幸福，让他耸动对不对？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们不要针对某一个人去谈爱情，针对某一个人去谈爱情其实非常的弱，不要让自己那么弱。我自己把自己的生活弄好，收入弄高，欣欣向荣，对不对？然后我往这一坐，所有人都想跟我产生爱情，然后我拿我的手点到了我的老公的脑袋上，就你了明白了吗？是这个概念，好不好？哎呀，
对着镜子练吧，好不好？对着镜子，跟镜子产生爱情，跟你老公产生爱情是一模一样的，好吗？大家把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扫一扫啊，右下角的二维码扫一扫，扫了右下角的二维码不会走对我们直播间。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右下角的小黄车点开可以看到我们团队所有的付费服务，文字的咨询、语音的咨询、闺蜜圈然后闺蜜圈可以送1年的陪跑啊。然后呢，还有我们的金贵的关系正版课，大家去下单了以后呢，去找这个微信客服，跟他说你下单了，然后让他帮你快速的开启服务。我跟你们还不是产生爱情，你们现在跟我不是爱情啊，一样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来，下一个。Mermaid 连了我，另外2个都没连我，然后 Mermaid 一直连不上啊。Mermaid 连了好几次都没连上。你们要让你们生命中的每一个人问你，蛐蛐你好，比别人也是吗？那就对了。Hello， 你好。你好，蛐蛐可以听到吗？哎，可以，你说。我是这样的，我今年24岁，然后我毕业的话，毕业差不多有1年半，然后在一个家乡这边的一个3线城市吧的银行做柜员，然后我身高是1.67米，体重90斤，长相是属于那种清纯类型的，我感觉差不多能打个6、7分。之前搞过直播，在当地属于一个小网红，但是因为是体制内的工作，就没再做直播了。家庭也是普通的工薪家庭，但是我野心比较大，我想在2年之内转成客户经理这一类的营销岗位，然后因为这个岗位挣钱比较多，然后比较想在5年之内买上一个30-50万的车吧，然后10年之内买上房子。但是我就是想通过找一个比较厉害的一个大佬，所以我10年之内我不想把结婚放在首位。在朋友介绍之下，我今年的5、6月份，认识了一个34岁，大约资产有3、4千万的男人，但是他是在围城内的。我们2个人好了半年，他没有怎么给我花过钱，基本上就是，转一些小礼物什么的，然后可能也就花个3、5万左右。然后就是我慢慢对他产生感情了。大约在10月底的时候，我感觉跟他继续下去肯定会就是说没办法实现我这些目标。然后我就可能是因为我本身是做这种基金行业的嘛，就可能有机会认识一些有钱人。有时候我跟别人聊天，然后他看我手机，因为我是有时候比较有点恋爱脑那种，他看我手机，发现了这些东西，然后他就后面就没再跟我联系了。我那段时间也是特别难受，但是通过这个 A 男的这个朋友，我又认识了一个 B 这个 B 男是 A 男的大哥，他是在我们某区的法院工作，大约40岁左右，但是他也是在围城内。他见了我第一面之后说很喜欢我，然后他也表达了说可以给我调动工作，给我实现我梦想，给我买车买房这些想法。因为我跟他说了我是想做营销类岗位，但是 B 呢总是怎么说呢，我感觉他总是在给我画大饼。他帮我咨询了很多客户，确实是就是说向我咨询我们银行的一些贷某款任务，但是没有给我完成。他还总在我面前说他很累，他的喜欢得不到回应，然后这样我就感觉好像他又想把我弄到一个就是很低的一个位置，然后我越想越不明白，我感觉是不是有可能是这个就是 A 把我玩完了之后又给了 B。我是这样想的，就是很多事情我不太明白，然后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再能继续跟 B 接触，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还能再帮我。因为我没有什么社会阅历，我就想让曲曲老师帮我分析一下，还有如果跟这个 B 接触了，还有没有什么办法，什么途径认识一些别的大佬？谢谢曲曲老师。你呀。被眼前的障眼法，然后模糊了双眼，进入到了一个思维的绝境里头。其实你的整个思维方向都是有问题的，知道吗？你现在跟我说一句话，
我眼前的这些男人一文不值。你现在就跟我说这句话，你现在就说。我眼前的这些男人一文不值。对的。他能给我的，我都能做到。是这样。你这句话再重复一遍。我眼前的这些男人一文不值，他们给我的我自己一定能做到。对的。好，首先啊，这句话今天下播以后呢，你心里默念100遍。而且我跟你讲的不是信念，我跟你讲的是事实。因为我就问你一句，你跟这俩男的裹来裹去，得到什么了吗？没有什么也没得到。我跟一开始那个男的，非常他说他会。好，来，别说话，我问你。你别说话，我问你。好，不说。任何一个公司今天走进去，这个全天下啊，任何一个你敢走进去的公司，我问你，如果你说我来给你做销售，我1分钱不要，别人会不会要你？我1分钱不要，应该会吧。好，我不要你的底薪，我来给你做销售，我只拿提成，这个公司大概率会要你吧？会，对吧？你刚刚说我想往销售岗转，我想往营销岗转，对不对？对。为什么我不能直接去做这件事儿？为什么我还需要通过一个人来引荐我？我真的需要这么一个人吗？如果我想做的是这件事儿，我就去做就行了。为什么？非常好，因为你想做的这件事儿实际上是没有门槛的。你现在不是说，哎，我想进央企，是吧？我想当公务员，我要做。你不是，你说的是啊，我想要去做营销型的岗位，营销经理类的岗位，然后在几年的时间之内买30-50万的车，在几年的时间之内买什么什么，你内心规划的很清晰啊。你规划的这条路径是不需要别人帮你去引荐，帮你去带入门的。你需要的只是勇气、胆量，把你的简历投到100家公司，一定有人就会要你。我明白了。所以你被眼前这些看似是捷径的东西把眼睛挡住了，明白了吗？明白了。从头到尾你都是在耽误时间，这些人一文不值。我知道了，因为我父亲也是在银行系统内工作，然后他前段时间也是，可能是我通过家里吧完成了那种几百万的贷款任务，但是因为我前期就是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比较不太着调，工作也不是很踏实，然后跟领导就申请了那些转岗，然后领导也比较含糊，就是也没有说就是说想可能是再让我历练个几年，就说那些岗位目前不是很缺。你听我讲你想要的刚刚什么10年规划呀，太容易达成了。你不是一个你想象中的什么很有野心的女生。你说的那些东西，什么30-50万的车，什么这些东西，我告诉你，太容易达成了。关键是在于你的思维打开，脑子打开，脑子要灵光。如果说在银行里边，对吧？你很难说快速的去达到你要的这个收入水平。其实你在社会上它会比较容易，但是就算你要待在这个银行体系里边，你碰到了这些1、2、3、4、5的这些人，但凡是给你抛这种感情的感知，我告诉你一个通用方式。知道通用的方法去对待，一个通用的思考模型去思考。方法是什么？就是你喜欢我，你要拿态度。我要的态度是什么？告诉他，我要的态度是今年我要1000万的存款，你能够跟我把这个1000万的存款拿到吗？如果你能帮我做得到，那我觉得也许我愿意让你做我男朋友。你说因为这个目前就是我心里最想要的。对吧？这个就是什么统一的行为模型。只要这个男的1、2、3、4、5的追你啊，跟你说这说那说那，所有的东西不听，到最后你只需要总结一句话，就是我今年想要什么，我现阶段最大的需求是什么，懂了吗？如果他说个这说那说这说那说那，你说啊，你说那我觉得，我觉得我现在没有时间。我现在所有的时间就要用在我的工作上，用在我的业务上，懂了吗？只要他没有办法帮你完成这件事儿，达成这件事儿，推动这件事儿，
你就不用再回他了。我明白。你不需要维系这段关系。就是这是我告诉你。明白明白。没有就是。我主要是我身边也没太有机会认识一些很优秀的一些。你还不明白吗，姑娘？这跟机会没关系。我没有机会买爱马仕，也不证明那个布包有价值。你听得懂吗？你有没有机会遇到更好的人，不影响你眼前这个是垃圾。我明白。我跟你说的方法，但凡你遇到了，那么就一定能奏效。你没遇到，这些人都是垃圾，统一垃圾分类，有害垃圾分过去就完事儿。是，因为我家里就是我母亲是公务员嘛，然后我爸爸是银行系统内，他们就很希望，因为我今年24岁了，他们很希望我就是在当地找一个那种，跟我差不多一个月挣几千块钱的男的，然后这样结婚，组建家庭，但是我不是很想，我去你想比较重要，他们想的重要。我把时间就是这些年的时间，就是一股劲儿的卯在我这个工作这个努力上，我想要的一切我都能自己达到，是这个意思吗，曲曲？对的。是的。明白。因为你想要的并不高，好吧？好，谢谢你。好，就这样。拜拜。你们要是没有一个我告诉你们，越现实越笃定，目标感越清晰，你越是能够利用你自己的性别优势撬动最大资源。你们千万不要觉得这个世界上能让男人给这给那，搞这搞那，牵着男人的鼻子走，靠着男人的肩膀搭的台阶往上跳的这些人都是什么？恋爱脑、糊脑子，听他们画大饼的。你们千万不要这么想问题啊！所有的能够把男人当台阶当资源的女的，一个比一个脑子清白，一个比一个敢于提诉求，一个比一个敢于淘汰别人。因为选择大于努力，他们太明白这件事了。你能给我带来价值，你才叫人脉；你不能给我带来价值，你就是个有害垃圾。你别跟我在这整那么油腻那出干什么？懂吗？你们越是喜欢，我觉得要慢慢说吧，我再慢慢给他机会吧。他都跟我说了要给我拉存款了，他都问了我好多次了。那我觉得我再等一等，他就能做了吧。你越是这样，他越不会做。你可被忽悠啊，对不对？你可以被忽悠，你可以被耽误时间，你可以被浪费时间，对吧？所以这个干嘛？你们是在用行动筛选出了这波垃圾，留在你的圈子里，留在你的眼界里。我们要做的，用我们的行动跟态度筛选出有价值的，迅速能帮我达成目标的人，其他的人滚蛋。是这样，好不好？我问你们，那个邓文迪呀，难道他什么？他是单纯装清纯，不提诉求，也提了诉求，别人忽悠他，然后他还等。他赌命，他是这样的吗？他不可能的。我告诉你们，所有的东西只在乎于提出来的态度，但是做与不做，这个是硬指标。做就是做，不做就是不做。你做，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做。现在做不了，给个时间期限，时间期限不能给长了，1个月、2个月。你不是说你有能量吗？你不是说你有位置吗？你不是说你有资源吗？我拉个300-500的存款，你什么时候给我到位啊？我拉个300-500的存款，你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他妈的推到明年去了，你跟我说你有能量，你有资源，你有平台，我看你有个屁！我看你家里有没有镜子，你去照一下，懂吗？是这个逻辑。不能给我带来价值的，等于没有价值。我不是说我去等我去赌，我去慢慢钓，有毛病都去等，都去赌，都去慢慢钓，谁能出结果呀？你有这个时间，你有这个精力，你不如自己好好多看2本书，对不对？你去给你的直属领导多泡2杯茶，比这强。
你就给你直属的，对吧？最管你的那个人，你天天就跟他嘘寒问暖，你天天就跟他发消息，你天天就跟他问了冷了没、吃了没、喝了没、累了没，你不比这在外面搞些稀巴烂的都不知道哪里来的废物强，是不是这个道理？性价比就是我同等的时间精力，我花在什么点位上。你这个人天天跟我说这说那，说的你多牛逼，做给我看，做给我看。我是不是来告诉你们，第一句话叫什么？你能给我什么呢？第一句话，你能给我什么呢？只要是这个人上来跟你，我喜欢，动手啊，跟搞这一下，搞那一下呀，跟你那不要脸的那个搞法，第一句，你就看着他，你能给我什么呢？对不对？第一句话。然后呢，让他自己做思考，他一定会给你画饼嘛，这个那个，你说什么时候呢？第二句话，对吧？第一句话叫你能给我什么呢？第二句话叫什么时候呢？对不对？是吧？就算他什么都不给你不重要，我时间节约了，我精力节约了，我尊严保住了，我去吼着你，舔着你，哎呀跪舔，然后呢得到了一个屁。是吧？我跪舔了半天，得到了一个屁。我不搞这套。第一句话就是你能给我什么呢？第二句话就是什么时候呢？第三句话就是那你做到了再说，好不好？这个三句屌不屌？你们就跟我说，这三句话屌不屌？是不是封神 ？YYDS 封神，好不好？别把个事情搞复杂了。行吗？别把个事情搞复杂了，就是这三句话啊！你能给我什么呢？什么时候呢？那你做到了再说。这个就是给所有的画饼男、白坯男啊、孔雀男，好不好？统一模板、统一模型，不做不重要啊，不给没关系，你别耽误功夫，你别给我耽误时间，你他妈站着茅坑不拉屎干什么呢？对不对？我有这个时间，我是不是跟你说了干嘛去？干嘛去？找客户去啊，拍领导马屁去啊，干嘛去呢？对不对？谁说我一定要走雌竞呢？谁说我一定要靠这个是什么性别优势呢？我可以不走雌竞，我也可以不靠性别优势的，对吧？关键是我有时间有精力，我知道我的重心在什么地方。你们跑这来，今天给我放个烟雾弹，明天给我放个烟雾弹，然后呢？我迷失了，因为我到这个烟雾弹里面去找捷径了，我到这个烟雾弹里去找橄榄枝了，我有毛病啊！还别着急，是他，我跟你说，就这三句话结束了，好不好？别跟我再逼逼赖赖，还逼逼赖赖个啥？我这三句话都说出来了，你还在跟我逼逼赖赖，你做到了再说，够不够？啊？你说，别着急，再等等。你说好的，那你做到了再说吧，啊？我就不打扰你了，对不对？来，把这个微信二维码扫起来啊！大家右下角的这个微信二维码扫一扫。微信二维码扫起来不会走丢我们直播间，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大家不要错过直播啊！扫我们微信不错过直播，然后右下角的这个小黄车点开，可以看到我们团队所有的付费服务，我们的语音咨询、文字咨询、闺蜜圈，还有金贵的关系的正版课，大家都可以在小黄车直接下单。下了单你们就去微信二维码找客服，跟他说你下单了，让他迅速的帮你开启服务啊！来下一个。Cookie YY 都没连我，Cookie YY 都没连我。你们用我的方式方法筛出来的都是真金白银。我告诉你们，你们用我的方，千万不要听有些女的天天跟你们讲什么，让你先去付出，隐忍，付出。我看那个脑子那个绷带都没拆，真的，在我看来，这属于脑子没拆绷带，知道吧？付出个鬼，付出，真的是你说你天天在那啊，跟个保姆，跟个阿姨，跟个不要钱的奴婢似的，你那个付出谁感动谁呀？廉价的要死，
是不是廉价的要死？谁要你那个付出？你自己给自己多付出点，你去给你爸妈多付出点。是。Hello， 你好。哎，你好。Hello。哎，你说。你好，请问。你说我是居居啊，你说。我这有点棘手。我这情况这样的，我从来未婚，然后当时呢，因为刚好濒临分手的边缘，我呢对出墙的这个前任就产生了仇恨的状态。那我对男人也失去了信心。本身呢，我对那个没有什么圈子，因为特别爱我那个前任，也不出门。有一次就因为这个事儿呢，我就把自己放出来了。那有一次朋友玩乐，认识了一个老板，后面他又对我展开疯狂的追求，而且当时呢，我其实还在恋爱关系当中，只是面临崩溃边缘了。那后来分手呢，我就进入了这家公司。这个人呢，就不断的跟我洗脑，说经过对男人的背叛，伤心欲绝。再一个又想着报复我的这个前任，我就被这个老板哄骗，他说他会帮我重振旗鼓，带我经商，让我踩着男性的肩膀向上走。然后呢，我就被动跟他在一块儿了。我内心确实不喜欢这个男人，但是在一起呢，后来开始做事儿了，他呢就利用我的这个外在价值，然后去公关一些大苹果，但后来我没有价值，就把我一脚踢开了。现在呢，我是跟男二又在一块儿了，男二呢是男一的。就是这个需要攻克的大客户，也是通过我才拿下这个男二。当时但是后来我没有再跟这个男一合作了嘛，我跟男二就很好的在一块儿了。现在呢也在合作做事儿。昨晚男一呢找到男二说，上周我在某地挽了一个男性，还知道我跟还说我还知道我跟男二住一个小区。刚才男二打电话过来告诉我说，我是上周挽了一个男性。然后第二个事儿说住一小区，说有人知道。然后我现在把我上周所有的通信记录都发给了这个男二，能够证明我上周确实没有出去。你这个脑子就不能来EVE一下吗？你看你这都说的些啥呀？你这脑子。哎，我的妈呀！你们这脑子都完全是，我天哪！哎，你接着说，哎，你给我把我口红拿过来。我有1v1，但是今天确实是刚才这个把我整懵了，现在我手都是发抖的状态，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解释了，我现在好乱呀。但是这个男一跟男二现在已经是有合作落地了，而且体量很大，我觉得我是挡了男一的财路了，因为今年他们都没有什么合作，因为我跟男二确实是有感情在的。男一可能第一仇恨我跟他在一块儿，我从来不尊重他，而且在这期间呢，我常让他把我送到我前男友那儿去，我跟他其实很少的。然后完全我就是为了报复我那个前男友。现在再加上其实更大的一个点就是，当时他踢开我是因为他害怕我跟男二联合在一块儿了，万一我俩合作了就没他的份儿了。但他们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大的这个项目落地了，签了合同但没有后续收款。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但我估摸着他应该是跟踪我，知道我跟男二住一个小区，然后现在还说我上周跟人晚上在一个地儿，陌生人在一个地儿玩，其实我真没有，我不知道现在怎么解释。还有一个点就是，好像是追求期间还是在一起期间，他给我打了10个 W， 他这个证据是有的，还有期间可能也给我付出过一些。他之前去年的时候有跟男二铺垫过，说给我花了有几十个 W， 所以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我跟男二其实现在已经合作了，已经在合作，而且男二比较多疑，他刚给我打电话，我们在考虑项目的关系，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去说服这个男二。我跟他就是有这些，第一个有给我打过这个钱，但是我是收了的，但是我也可以说是我为他办事儿，商务活动，他打给我，我才愿意跟他合作的。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解释了，我只有找到区域，你们帮我。有啥好解释的，大姐？愚蠢。但是现在男二是属于那种跟我是有真感情的，但是我们已经有合作了。对呀，合作呗。为什么我要解释啊？我有什么好解释的？昨天晚上男一找到他说了这俩事，知道我跟他住一小区。说呗。然后呢，那我就打死不承认。对呀。跟他没有。但是中途他有转账，那又怎么样呢？还有给我比如说又给我付过费，我怎么那个呢？你让那个男的自己去举证啊！你让那个男的自己去跟他举证啊！你管这些事情干什么？你说了以后，你这些证据就不存在了。
那我刚刚这样，第一我上周的通信记录全部发了。你就愚蠢呐！所以我就说你愚蠢呐！有什么好做的这些动作？那我怎么办？我现在没有一个动作是正确动作，全部是妈废物多余动作。哎，就是我现在就觉得我做的特巴的，现在。别人说什么东西，你直接就是你说你有病吧，电话挂掉，完事儿。然后现在他说，就是因为有这些记录，我都打死不承认蛐蛐的意思。对啊。男二这样告诉我的，他说你自己盘一下，我前男友我说的就是我那个前男友，他说不是这个，他说昨天晚上来找过我的，你自己好好想一下。你说你想合作，你想跟我好，你要是不想跟我好了，不想跟我合作了，你就算了。你说你别跟我整这出，结束。啊？那我就不联系了。你不用管的，大姐，你让他们自己去盘。对，然后我说的那句话说的是，我说就今你说的第二个情况，我说是什么情况？我说你要搞清楚，我说麻烦你搞清楚，然后打了一个感叹号，我再也没有跟他发信息了。我说就今你说的那个前男友怎么回事？我说麻烦你自己搞清楚究竟是个什么情况，我就没说了。不用说什么了，大姐，好吗？我现在咋办呀？你不用咋办，大姐，你别在那逼逼了，这俩男的说不定联手过来搞你的，你不要逼逼了。那我这个终局大概你终啥局？你让他们自己处理，愿意合作，愿意好，知道吗？你愿意好，我好好对你；你要是不想好，你就走，你别跟我在这整。你说你细心上身是吧？那我就是打死不承认了。不用管呐，你就说你爱怎么想怎么想，你爱怎么理解怎么理解，反正你们俩穿一条裤子的，我是外人，结束。那你觉得我跟这个，如果他们真的当着我的面又来说这个事儿啊，那我就走啊，那你俩说说呗。你觉得可能就我直接没有必要跟他们在一张桌上对峙，对吧？我直接走。你是不是有病啊？你经得起对峙吗？我经不起。那不就结了吗？那个你不你弟闭嘴，你别说话，你别说，我现在听不了你说话，太蠢了，我现在听不了你说话。我跟你讲啊，你什么都说了，什么都不说，改不改变那个男一想跟男二说什么？改不改变那个男一要把所有东西撩给他看？不改变。那不就结了？那不就结束了？你还逼逼啥呀？你所有的动作不改变男一的举止，你所有的动作不改变男一的行为，而且你还不知道这俩人是不是串通好来搞你的。你在这做这么多动作干什么？你去迎合他们，然后呢，你等着，我自证，我证明了1、2、3、4、5，等着那个男一再跟男二1、2、3、4、5的撩证据推翻你。那我现在走。不用管呢，他说什么你说你们俩要沟通自己沟通，你说别问我，我说反正我跟他什么关系没有，就这样，你说你信就信，不信就不信，爱咋咋地。明白了。凭什么跟他们两个人在一张桌子上？你们俩哪位啊？是的。干不了就别干了，以后男3男4，脑子放清白点。是的。还被别人搅到这种他妈稀巴烂的这漩涡局里头去干什么呀？你需要吗？他们给你什么好处了？给你花500万了，哼，金金战战成这样。对的。真好笑，真的是。那我接下来的就是一个打死不认，再一个就是如果要对证，随便你爱信不信，真的没必要解释。主打就是爱咋咋地，你想干嘛干嘛，懂吗？你心里就是一句话，你想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问谁问谁，你想说什么说什么，反正你别来问我，我反正啥事没有，好吧？你爱信不信，你愿意在一块在一块，你愿意好好，你不愿意在一块不愿意好 ，OK， 那就好走我不送。如果再拿证据什么的再怼过来，然后我直接无视，对的，然后你就直接出去玩了，直接该找男3男4了，人家再来找你，你怎么回事？你说你不是不相信我，你不是要这掰吗？那就算了呗，那怎么办呢？你说那我说什么呢？有什么意义呢？好不好？那这个我问一下雪雪，这个男二的话，就是如果正常情况下男人之间这种通话的话，他应该不会再信任我了，对吧？我心里面也有无数，这种关系也不会再持续了，对吧？你太愚蠢了，小姐。
他信不信任你是一开始就定死了的，好不好？而不是别人去逼逼，对吧？对的。你们俩之间没有到那重关系，没有到那重情感。你们在一起多久了？马上2年。你跟这个男二在一起2年，这个男一呢？什么时候的事儿？不久了，而且都就几个月吧，而且跟他之间都很厌恶，明白吗？行了吧，行了吧，好吧，行了吧啊！你别在那逼逼了，2年的时间还在那跟人解释这解释那，你直接跟他说，你说我跟你在一块2年了，你说什么情况你自己心里有数，你说你要听别人的你就别来问我，好不好？他说啥你信啥你就去信，你就别来问我了，好吗？你想怎么处理，你给我一个方案，你说我接受 ，OK？ 我信息也不用发，他如果在电话我再说，对吧？我不用主动找他。不用。好吧，行，我明白了，去。好，谢谢。天天就是，我都不懂这些男的给你们啥了，有合作，听了半天没听到一句他给我付出什么了，我通过他的合作赚了多少，是吧？屁都没有。整得紧紧张张的啊，好紧张，紧张个毛啊！我跟你们讲，你们永远啊，来全崩塌人设，给我打在公屏上，全崩塌。看我的直播看了这么长时间了，有没有学到点精华？看我直播看这么久了，有没有学到点精华？你说我是啥，我就是个啥，简不简单？我们的人生是不是简简单单、坦坦的，对不对？我自己就不在乎，明白吗？我就这样，你爱咋地，你爱喜欢你就喜欢，你爱合作你就合作，你要是觉得能有更好的你就去。我的过去，第一，我无法抹杀；第二，我没必要交代，对吧？我的过去是什么样的，我愿意跟你说，那是我自己的事儿；我不愿意跟你说，理所应当，对吧？我想说我就说，我不想说我就不说。谁跟你说我一定要把我的过去撂得干干净净啊？你们任何时候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谁都没有办法跟你搞那什么道德绑架那一套，知道吗？谁都没有办法跟你搞那道德绑架那一套，何况这些男的还稀巴烂乱七八糟的围内什么的都搞不清楚的，你还跟他2个人干什么？当标兵啊，对不对？我无法改变的事情，我是不是让大家放弃焦虑，放弃挣扎？所以我刚刚一直问他，你那些证据你抹不抹杀得掉？抹杀不掉。你跟这个人发生的这些事实，你能不能改变他怎么说？改变不了，那不就结束了？那你就爱咋地呗，反正我也改变不了，反正我也抹杀不掉，对不对？那他跟你说那些东西，你要信，我也没办法。我能把你那个脑子给你抛开，让你别信，我做得到吗？我做不到。所以勇敢的去做一个全崩塌人设，知道吗？你说我是个啥，我就是个啥。你认为我跟谁，我就这样，好不好？我不想解释，我也不想证明，我也没必要，你也没资格，就是这样，好不好？我不解释，我不证明，我没必要，你没资格啊 OK。 你们这样的情况下内心就强大了，你们一下遇到个什么事，慌了，慌地，让子弹飞一会儿，知道吗？先让别人自己打架，先打一圈，打完你站在外面，你先把这个局势看清白看明了，不要慌慌张张的还处理这个处理那处理那，你有这个智慧吗？啊，你是世界第一大谋士，第一时间立刻马上就能把所有的事儿说得明明白白啊，把所有的这个罪责推得干干净净。你是这个段位，你还来问我，你是不是这段位？三脚猫就不如啥也别抓，对不对？沉默有的时候是最大的一种力量，敢于沉默，敢于喊停，我就不说，我就不说话，我就不自证，你爱怎么想怎么想，给你充分的思考空间。有的时候他人想着想着，他自己就给自己想慌了，知道吗？
而且这种时候概率很大。很多时候是前面他本来觉得他自己气焰很嚣张，他觉得他自己我操，你欺骗我，你这个我，你那个我。好，他本来呢是希望你以一个这种很慌张的姿态出来以后，觉得啊，宝宝对不起，我这错了，我那错了，我这不是这样的，那不是你如想的，不是。你越这样，他气焰越嚣张。这个是他预期的，他预期的是哗哗哗哗，你比他更对吧慌张。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打破预期，他咄咄逼人，咄咄逼人，你怎么这样？你怎么冷静、淡定，直接别说话，对吧？给他更多的思考空间。等他那个火焰呐燃烧完了之后，他就会进入到另外一个状态，自我怀疑。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得到你确切的信息，他没有看到你的态度，他不知道答案，他还有很多东西他得靠蒙，得靠猜。他猜来猜去，他猜不对，他会怎么办？他会在想，我是不是伤害到你了？对不对？是不是我太着急了？是不是我误会了？我伤害你了？难道说你长期不回应，他最后是什么想法？他是，你看我想的没错。人不是这样的，你们人不是这样的。你给他越多的东西，给他越多的信息，他就有越多的证据，他会串联起来。本来他没有的，你看他什么？我把所有的聊天记录都发给他了，是不是傻叉、愚蠢？对不对？越少的信息给到那边，对你就越有利，而不是像你们想象的，哎，我要去给这个信息，给那个信息去证明自己，证明不，你给任何的信息都会让对方找到更多的突破点来突破你。所以你们看，那被抓进去的啊，被归了的那些，最厉害的是什么？最厉害的是在里面编故事的吗？不，最厉害的是在里面不说话的，懂不懂？最厉害的永远都不是现编大队的编故事的，永远都是不说话的。在别人无论什么样的恐吓、威胁、这种诈唬之下，你都能保持不说话，你就是这个，对不对？你觉得外面那么多的信息，每一个信息它都能透明化吗？它都能串联出来吗？串联不出来的，串联不起来的。最终把你定性的是谁？是你自己，明白了吗？来，右下角的这个微信二维码，大家扫一扫，扫一扫微信二维码就不会走丢我们直播了。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不要错过我们的直播，一定要看我们的这个朋友圈的直播通知啊。然后右下角的小黄车点开，可以看到我们团队所有的付费服务：语音咨询、文字咨询、闺蜜圈，还有我们的金贵的关系正版课。OK， 好，来下一个。W。大家想连麦的宝宝可以赶紧去找小助理啊！去提交你们连麦申请，还有时间。Hello， 你好。居居你好，能听得清吗？你好。哎，听得到，你说。我今天主要2个问题，然后我先介绍一下我的基本盘。我今年23，然后家庭无帮助，然后我是才艺类型的余波，跳爵士和韩舞，长得清纯身材好的那种。然后我差不多是月入10个，我就是用自己赚的钱买了一套房，就是贷某款还有那个200多个，然后就是我赚的米除了就是买房，还有就是镀脸嘛，然后就是差不多镀脸40个吧，就是我没有，就是在认识你之前我没有买奢侈品，就是没有在奢侈品上消费过，对，然后我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的直播就是经常只有一个厉害的大哥，然后容易出现断崖榜，并且就是和大哥没有长期的绑定。就我看有一些就是店母级别的主播，是他们的大哥是以年为单位在直播间就是陪伴，我的大哥最多是3、5个月，没有办法把所遇到的大哥的力量集中，就是把自己的直播内容不是就是直播段位提升到店母的级别吧。这是我的第一个
问题，我应该怎么样去改变？你跟那些主播之间横向对比，你认为你跟别人有差距吗？我就是如果我觉得外形上面应该没什么太差距，但为人处事应该有吧，应该是有的。你在直播间有观察过别人的直播吗？你有每天花大量的时间去刷别人的直播吗？比较少。你看这答案不就出来了吗？这就跟你们是什么概念一样的呢？就是有的女孩会说，哎，为什么别的女生能够让她的大哥一下子就给她花100万、200万，为什么我的大哥就只能给我花10万？你大哥跟大哥不一样，你跟别的女的也不一样，对不对？你永远把你的目光锁定在为什么他有那么多的大哥可以支持他，为什么他有那么多钱可以赚，你有没有锁定在我跟他的差距是什么呢？花80%的时间去学习，去模仿，你才能够在输出的时候尽量趋近别人的段位。那就这个问题，我还有一个想问的就是直播余播的几个赛道，就唱歌主播、舞蹈主播以及那个颜值主播，就是唱歌主播为什么就是总有，反正我是觉得就比较有那种压倒性的优势吧，就不管是直播间的付费观众和那个大哥的量级，就总感觉。你会唱歌吗？我唱歌一般吧，我唱歌一般。那别人唱歌唱的好不好呢？一般，也就不属于就他是业余的吧，就业余的那种。觉得那些挣的很多的唱歌的女主播唱的也很一般，是吧？那么你就唱唱看呗。那干嘛要问为什么呢？你干嘛不直接做呢？看结果呢？因为就是跳舞它的人气起得很快，所以我有点依赖这个途径。所以你觉得人气更重要还是收入更重要呢？就我的观念就是人气起来了就更容易，就流量起来了更容易带来大哥就是停留吧。那么那些唱歌的主播，他们的人气比你高还是比你低呢？有的高有的低。所以说你怎么能够论证你的观点？你用什么去论证你的观点？第一，你有2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是你说我觉得唱舞的主播能够比唱歌的主播起人气起得更高，这是你的第一个观点。你的第2个观点是我认为人气起来了之后我才能够有更多的大哥，这是第2个观点。你的第一个观点跟第2个观点都是你自己猜的，没有从结果上做论证。因为你说的那些唱歌的主播，第一，人家的人气有高有低，你不能确定你跳舞就一定比人家人气高，这是第一，对吧？你第一个观点就站不住脚。第2个观点，你说人家唱歌那些主播他们的收入量级是你的好多倍，那也就是说你不能证明说你的人气上来了，你的收入就能上来，所以你的2个观点没有东西去论证它呀。观点是要用事实，我是调，我这样做试试看，我那样做试试看，我做一段时间之后我出了结果，我才知道这样做更好，那样做不好，这个你这个观点才有价值，否则你的这个论点它是站不住脚的。那就您自己他做过余播的经验来说，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建议呢？我的建议就是，我是看别人播的好，我就跟别人1比1的播，这就是我的建议。别人是唱歌还是跳舞不重要，只要我会。他玩那个东西我要不会，那没办法。只要他玩那个东西我会，我想要什么，他这个形式人气高，我就试试他这个形式；他这个人气收入高，我就试试他这个形式。最后找到我自己的一套方法。好。那你说他玩杂技，那我确实玩不了，对不对？他玩这东西我确实不太会。他教别人做他教别人学那个什么学日语，我搞不了。
那我搞不了，我就不学，我就看那些我能学的，看那些我能搞的，然后看谁我觉得这个人我能把他干掉，他赚的比我多，人气比我高，但是他的技能我都会，我能把他干掉，我就搞这个。行，我知道了。最后一个问题，不是最后，就是这个问题的最后一个小问题，就是做余波有必要去超一线吗？我在新一线。有没有问题叫有没有必要去超一线？我觉得要看你的目的是什么，知道吧？你的目的是什么？你要说，我觉得超一线会有更多大哥，当然他会，但是在超一线的主播会不会竞争力更大呢？你自己的颜值水平跟你自己的才艺水平有没有到达这样的地步？我有推荐一个我们的一个闺蜜圈的一个女孩，让她从这个武汉来上海，为什么？因为那个女生她的长相、身材以及她的才艺，在我看来都达到至少是吊打平台主播的80%。从我的眼光上来看她，我认为她到上海一样的可以趋于前20%的水平，所以她就来了，然后她确实很成功。所以你的问题是，你到底有没有确定自己到了一个更好的市场之后有更强的竞争力？这个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对于我这个单一个体来说，我有没有必要去？你这个必要性存在哪里？好，我知道了。还有问题吗？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我现在遇到的一个新大哥，我介绍一下，他年龄60，国企已退休，每天平台消费3到4个，给我是1到2个。第一次加地球号的时候和我说自己是黄金单身汉，然后说配不上我什么的。他的地球号是我主动要的，因为我看他比较有消费潜力，我就做了这个动作。然后认识我第1个礼拜之后，看我说我跳舞太美了，受不了什么的。地球号撩我的时候要求过一次看性感照，我拒绝了，说凡事循序渐进。第2天他接着给我消费。转折点是我生日的时候，我一开播的时候和我说今天不，就是他说直接给我转，不想消费。我说我回了一个那我今天生日不得很拉垮，然后就没有了。然后但是他生日当天还是给我刷了2个，给另一个主播刷了4个，然后我有点破防，就是发心有点变了，动作有点变形。不过我今天调整过来了。然后请问一下这个大哥我应该怎么维护呢？补充一下，他看的另一个主播就是一个可能我的在我看来就是长相并不出众，土土的那种唱歌的主播，就是他会给其价值，会示弱，发消息的时候会说甜言蜜语。虽然说人家可能不太在乎你来不来给我刷，或者你每一场给我刷多少，但是我所有的动作都是标准化的。我关心你的动作，或者说这个大哥跟我聊天的时候，我给情绪价值的这种动作，它是一个标准化的东西，它会让大哥觉得，我任何时候都是受关注的。只要我来找这个女生，这个女生都会让我觉得我很值，而不是一个高冷的，或者是觉得我给她打赏是应该的我还要怎么去赢取她的芳心，他们不要这样的一个感受。那你通过我目前叙述的，你能判断这个大哥的续航能力吗？他在我们平台才玩半个月的时间，消费60个吧？不会很强的，续航能力不会很强的。如果他是什么国企什么这个大哥的续航能力就强不到哪去，好吧？时间到了啊。好，谢谢。我跟大家说过就是有一个知识点，是我们为了让自己变成更好的自己，做的所有的动作都是正确的，而不是为了去迎合某一个人的需求。是因为我告诉你们一个艺术品，它并不是因为一个客户它才成为的一个艺术品，明白吗？是因为有很多很多的人都认为它是艺术品，它就会变成艺术品。当然了，这个人里头肯定有一些牵头的，对吧？有一些更有话语权的，这么一波人说它确实是艺术品，或者帮忙炒作一下。但是不更改，它是众望所归的一个结果。所以说，重要的是你要把自己往高级上面去打造，
这个高级感呢，它不仅仅是你的外在、你的谈吐、你的为人处事、你的情商，我们是把自己做的逐渐极致化。然后在极致化的过程当中，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你、认可你、支持你，然后你这个身价就上来了。而不是说我每次遇到了一个客户，我就希望这个客户给我无限付费，然后我就盯着这个人搞，他喜欢这个我就去搞这个，他喜欢那我就去搞那。这样的方式方法是很 low 的。虽然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都是这么做的，对吧？迎合一个人的喜好怎么，这个人不是皇帝，知道吗？我们这个世界上就所有的人他都是一个普通的人，或者说略微成功一点的人，他没有那么大的生杀大权，点石成金，没有人能具备这样的能力。最终你想要上台阶，还是得靠市场化的烘托，得靠群众的声音。任何一个直播间想要去做长，都不可能靠一个大哥去搞，一定是来来往往的人，他看了你他都喜欢，每个人他都觉得哎呀我想尝试一下。如果说你是走恋爱路线的，每个人都觉得哎呀我好想得到你，我好想试一下能不能得到你，对吧？你的身价就上来了。或者是每个人都觉得你好努力，我好想支持你，你的身价就上来了。所以我们所有的动作对于自己来讲叫标准化训练，把我自己方方面面打造到我自己能够打造的极限。对的，铁打的主播，流水的大哥，对吧？你们要对比的是别的人跟你做同样一件事儿，为什么别人比你做好？永远不要抱着嫉妒之心。我跟你们说，一定是抱着开放的学习之心，你才会进步的。我到现在为止我跟你们讲，有的时候我还是会偶尔的看一看很多的同行竞争对手，但是我看同行，我不喜欢看跟我讲同样内容的同行。我指的同行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就是说做自媒体的所有的这些，我都广义的称之为同行。所有的拍自媒体的、做自媒体的、做短视频的、做直播的，我都是广义的去看。我看的呢，我是集大家之所成，就是我做知识付费，但是呢，我也看娱乐直播，我会看娱乐直播他们是怎么做的，我也会看别人拍短视频的那种，他们用什么样的结构，包括做访谈，我会看他的访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脉络，他用了什么样的手法，放什么法，我都会去看。但凡是这个人身上有点值得我学，我觉得他有东西是比我厉害的，我都会去看。因为我看了所有的这个东西之后，它会形成我自己的个人风格。我不能一直在我自己这个赛道上，懂吗？因为我自己这个赛道我已经跑到这儿来了，别人已经都在后面了。我老去看这些东西，看来看去的，它只会让你觉得，你看，它要不呢就是激发你的嫉妒之心，要不然呢它就会让你膨胀。因为你老会觉得，你看他们都干的都不如我，这个也不如我，那个也不如我，那个，但是不是这样的。人就是任何时候要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你要知道很多很多的东西都值得你学，对吧？而不是就在你这个狭窄的赛道上不停的盯着你这个赛道，不是的。你要看一看别人在干什么，什么东西它能够价值最大化呀？什么样的内容形式最受欢迎啊？什么样的形式它又能够让大家喜欢，同时还能够让你的经济效益变大呀？对吧？这些东西都是要你们去了解的。你们不光是直播，做所有的行业都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在一个行业里的核心竞争力不来自于这个行业本身，你们知道吗？有很多人他能做成一个事儿都是跨行业，为什么呢？因为他原来专业变成了他后来的行业的长板，他原来的专业变成了他在后面那个行业当中从事的时候的核心竞争力，因为这个东西别人没有，同行没有。因为他是完全从外来拿过来的，外来的和尚，他从外面拿过来的一个东西，对不对？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你们看，包括那个什么小杨哥他们卖货卖的好，是因为他们会卖货吗？小杨哥他们卖货卖的好，是因为他们会卖货吗？那么多年在电视购物做电视购物的那些人，专不专业？
职不职业啊？你要讲卖货，谁能卖得过那些做电视购物的，对不对？但是为什么小杨哥他们能卖到这个份上？是因为他们会演小品，对不对？是不是因为他们会演小品？他们全家人会演小品，他演小品演得好，最后让他卖货卖得好了，并不是因为他本身卖货卖得好，对不对？所以你们学习的时候，要把你们自己的学习的这个覆盖面覆盖得更宽广，而且呢，不要急功近利，不要觉得我学了这个东西，我立马就要在这个点上出结果，它在未来你不知道的点位上一定会开花结果的啊。来，大家还有没有找到我们的微信的啊？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扫一扫。右下，对呀，你看董宇辉不是一样的吗？是不是？他卖货卖得好，是因为他会卖货吗？是因为他讲诗，他会讲莎士比亚，是因为他会讲莎士比亚。你说这谁能想到呢？对不对？这谁能想到？想不到的呀，对不对？但是你的内涵、你的底蕴、你的基本功，这些东西是别人抢不走的啊。来，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扫一扫啊，大家就不会走丢我们的直播间了。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呢，我们这个3场直播，无论是刮风下雨、过年过节，都是会播的。所以说大家一定不要走丢啊，一定要找到我们大本营。然后呢，右下角的小黄车点开，可以看到我们团队所有的付费服务，我们的文字咨询、语音咨询、闺蜜圈以及金贵的关系的正版课，大家可以直接去下单，然后就可以去问客服说我刚刚下单了啊，让他们马上帮你们开启服务拉群，好吧？Crystal 钱，大家有想连麦的宝宝赶快去联系小助理啊，今天我们还有时间。哎 ，Hello， 你好。能听到我说话吗？清楚吗？可以。好，那我就先说，我一直都很喜欢你。然后呢，我也是武汉的，之前也看完了你的新书，我觉得就是你起起落落的，内心真的非常强大。然后平时呢，工作上我都能自己搞定，情感上面就比较迷茫。所以呢，其实我这边事情大概已经落定了，但是我还是想听你帮我分析一下。那我就简单说一下情况好吗？看一下稿子。我是91年的女生，是体育老师，长相的话是6、7分左右，身高165，体重的话就是90多斤，人群中的话就是一眼看上去算好看的，气质还可以。平时的话有学习舞蹈、古筝，在武汉买房了就靠我自己。然后目前呢，我是有自己的独立的英语工作室，年收入的话可能30-40这样子。如果说我想多收学生的话，随时都可以，就不想自己那么累。对方男生的话，他是87年的，37岁。之前我们认识的时候，他年收入18万，身高的话182。虽然说看起来不太年轻，但是呢，他就是身材保持还可以，比较懂得穿衣服。他的房子的话，可能是十多年前买的，也不是中心城区。然后呢，代步车也就10几万的。其实我也没有是想走正常婚恋，也没有说想高攀或者怎么样的。当时我就跟他正常的。去年6月份认识的这个对动碰活动，简单的对动碰活动，然后呢，他可能对我两个人比较有眼缘吧，认识1个星期呢就开始谈了，我也没有让他付出什么，就是他微信上面跟我说表白，然后我们就直接在一起，就普通人嘛，我也没说让他付出什么，然后谈了1个月呢，他突然就很冷淡，我说怎么了？他就说因为他玩什么比特币借债负债了10万，然后他说他没心思谈了，没心思谈了，我说那没心思谈了就不谈了呗，然后就删了之后呢，过了10天他就找我说你想不想继续？我说考虑一下，但是他问我有没有继续杀猪盘，是吗？好，那我继续说完好吗？杀猪盘，我继续说完，然后呢，就删了就过了10天，他问我说你要不要？我说我考虑一下，他就没有后续行动，没有跟我说话，那我就继续删咯。1个月之后，他又重复相同的动作继续加我，然后加我之后又没有实质性的动作，连饭都没有吃，然后后面我就拉黑他了。拉黑他了之后呢，他又用小号来加我，我都没有加。直到最近的话，我朋友就又约我去参加一些对碰活动嘛，又遇到了之后呢，他就跟我见面，他就说这次他不会像以前一样，然后我问他负债的问题呢，他说他还完了，然后呢，我就跟他，其实我在这件事情之前就应该先跟你
连麦的，对不对？然后当时没有呢，我就按照自己的，毕竟我很喜欢他的时候就没有让他怎么付出，就继续跟他在一起了。我们和好大概10天吧，中间的话是每天见面，然后这次他知道我家住哪里了，然后还让他来我这里做饭做了几次，让他住过1、2次。对，我之前是没有和人发生过的，然后这中间发生了1次。对，前2天，然后这个事情呢是这样子的，前2天我跟我闺蜜逛街买衣服，因为我快生日了，然后买了个外套，大概2000多块钱吧，也是我符合我平时的消费水平。然后呢，我闺蜜在旁边，她就说你问她，刚好她在问我去干嘛，我说买衣服。然后闺蜜说你问她报销不？我就刚好是跟她说了这句话，我说你报销不？她就跟我她说报销，然后我说有点小贵哦，不要后悔。她就发那个表情就有点不对了，然后但是她说不后悔。结果她当天晚上来找我的时候呢，情绪就很低，问了我多少钱以后呢，她就绝口不提报销这个事情。然后后面第2天呢，他就比较冷淡，我就说你是不是因为衣服的事情，我就直接摊牌了，我说你是不是因为衣服的事情，然后呢，我就直接说你就是不舍得给我花钱嘛，因为我们之前吃饭也就100-200块钱而已，他也从来没有送过我什么东西，他就跳脚了，他就说礼物不是你要来的，他说什么爱不爱也不是从花不花钱来评判。他说什么礼物什么不是你买了找我报销的，应该是礼物是男朋友准备好了给你的。他说而且他说他当天来找我情绪低呢，是因为出去买个汉堡，就买个汉堡而已。他说我等着他付钱，那个汉堡才30几块钱而已啊，我就不想说话了。然后他就说我说既然你这样想的话，我不指望改变你的思维方式。他说我也不指望改变你啊，这就是三观不合。所以我前天嘛，我一句话都不想跟他说了。昨天刚好我生日，我就想我不喜欢冷战，然后我想把这个事情了结算了。然后呢，我就跟他说，然后他昨天1天都没有找我嘛，我就跟他说他还有一点点东西放在这里，我说你的东西都帮你扔了，然后我们以后不要有任何瓜葛，我算看清了，我说你不值得交往，也不值得嫁。他晚上可能大半夜的时候，他给我发，他说好知道了，你不用。然后我说那个衣服只是我闺蜜让我调侃那么一句跟你发的，我有这个实力买任何我想要的东西，我也没有指望你给我花过钱。然后他就说他大半夜他给我发，他说好知道了，你不用解释，祝你好运，就这样说的。其实这个事情大概我解决，但是我还是想听一下你的分析。我的分析就是这男的太穷了，没啥好分析的，跟你门不当户不对，太穷了，一穷二白，穷的叮当响，跟你2个人不匹配，没啥别的，太穷了，找个稍微条件跟你门当户对一点的，好吧？其实我真的就这没了。在30岁以前的话，我基本上在澳洲工作啊，在国外工作比较多。然后你说在国外，就是对年龄的话，也没有说30啦怎么样，大家都是那个年龄，而且大家都过得很好啊，就自己挣钱呀，自己玩啊，就很开心。我也没有说，如果我没有碰到男朋友的话，就没有谈。到国内回来之后呢，就会觉得会不会觉得就是你们经常直播里面说什么黄金择偶期过了呀？然后我也是91的，你多大？刚刚过30。你91的前面没谈过恋爱，然后才找的这个男的？不，我之前谈过，但是并没有特别久的那种。对，不是没有谈过。不是，你都没有发生过实质性的，你跟他是第1回，你不就是没谈过吗？那算吧，那你这样算就算吧。妈呀，哎呦我的妈呀，你感谢这个男的吧，好不好？感谢这个男的，把你最重要的一件事给你解决了。我当时就想，我说咱们就赶紧向前看啊。没啥，我就算了吧，反正也没啥。然后我跟他最后一条消息，我说我做过的事情我都认，我做过的事情只要是他的结果，我全部都能承受。姑娘，哎，你好歹也是个小白富美，咱们能不能别这么下沉，别搞这么 low 好不好？对，刚开始我想跟你连麦的时候，我就想跟你说，我这是一个下沉的故事，你听了不要太生气。不是，你听我讲啊，就这样的一个人，没必要废话，行吗？别老跟他说那些东西干什么呀？你需要给他交代吗？妈穷的叮当响，你就觉得他很穷是不是？太穷了，还觉得汉堡还等着你买，哎呀，太穷了呀，这个有点太穷了。
还跟他说那么多什么我这能买那怎么？哎呀，你都不嫌浪费流量吗？我觉得他还给我大半夜的给我直接，然后跟我说一句好知道了，你不用解释，他再给我删除，神经病一样的。low， 因为你自己 low，你身上沾 low 气儿了。我早就应该之前就应该跟你连麦，然后不是你不跟我连也没毛病，因为啥？因为你也这么大，你就30多了，你找个男的是吧？把自己的这个第一次这个突破一下，这是很对的。这个男的他的功能已经结束了，好不好？咱们就是下面再找就要找门当户对的了啊。好，然后呢，他的功能性就到此为止了。大部分就是虽然我说33岁，虽然说大部分人都觉得我看起来还挺年轻的，就看起来还挺小的，但我觉得年龄其实在这我还是有点焦虑的。其实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可能回来才10几万，然后没有跟他交往这段时间，我收入20几万、30几万，就一直在往上面走，我都是在保持进步的。好，挺好，咱们就是加油，好不好？天呐，他让我多谈几个你就懂了。他说他情绪低是因为我等着他那里，我没有付汉堡的钱，我真的有点。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呢？吐槽。然后呢，还有几分钟，如果说我以后找的话，应该还有40秒。啊，那我以后往哪个方面找？还有40秒。哎呀妈，门当户对的找呀！我不是跟你说了门当户对。门当户对，懂不懂啊？好的，就这样。好，谢谢，拜拜。哎呦我的妈呀！还跟一个妈穷的那小的男的还说半天，哎，他怎么这样，他怎么那样？我跟他说这了，我跟他说那了，你吐槽呢？我们这不是个吐槽的地儿，好不好？我不接受你们吐槽，你们吐槽找你们那个闺蜜吐槽3天3夜，他不是都让你吐，对不对？那有啥好吐槽的呢？这男的用完了呗。他本来就是你突破了自己的第一大关口，可以了呀。突破自己第一大关口，还遇到的是一个自己还有点是吧？还有点小看重的，估计长得也不差。突破自己第一大关口可以了呀。他的功能性已经到结束了，他光荣谢幕了，还怎么样呢？你跟这么穷的人你也谈不了啊，也谈不明白呀。你养他呀，太穷了，是不是？前面先差10万，完了本来想让你给他补，结果没想到你没接茬。但是后来他就觉得你有钱，他不舍得放过你，然后他再跟你交往，他想你这么有钱，你肯定得多花点呗。结果你没花，他算盘珠子打空了，懂不对？本来他想找的是白富美，想让这女的多花钱，知道吧？因为他太穷了，也不是说这男的有什么毛病，我跟你们讲为什么呢？因为你找的这个男的就是穷，穷就是他的底色，对吧？他没钱，所以他找个有钱的女的，他就是希望这个女的能多花。听不听懂了？没毛病啊，但是没想到你还要他给你报销2000块钱衣服，他心想我指望是吃软饭的呀，我是准备找个有钱的女的来吃软饭的，怎么这女的汉堡也要我买啊，饭钱也要我买，衣服也要我买，这我找了个什么吃软饭的呀？我这妈前面10万块钱窟窿还没补上呢，他这个算盘没打明白，明不明白？因为他如果找一个那种很穷的女孩子，这不是他承担不了他自己的这个窟窿啊，他自己有窟窿啊，他要找的一个是能让他轻松起来的人呐，对不对？哎，对，他没什么别的毛病，这个男的，他就是个男的，他就是个男的，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没有钱的男的，仅此而已，他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特征。或者说人性上的缺陷没有，他也没啥毛病，没啥缺陷，他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没钱的男人而已，对吧？大家把这个微信二维码扫一扫啊，微信二维码扫一扫，不会走丢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呢，希望你们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你们小伙伴。不过今天估计分享也来不及了。今天估计还有半个多小时，大家把那个右下角的小黄车点开可以看到啊，这个小黄车里边有我们的文字的服务、语音的服务、闺蜜圈的服务，以及金贵的关系的正版的课程。大家可以在小黄车里直接下单，然后再去找客服说你下单了，让他帮你拉群开启服务啊。我觉得挺好的，本来这男的还要花钱呢，结果现在你没花钱你还白批了，你挣了，是不是挣了？
Hello，你好。Hello，有声音吗？哎，你说。嗨，我今天是来想让曲骂一下我的。其实我是金龟学员，也是有1V1 3次的。然后我讲一下我的基本盘。我是37岁，长相身材差不多有9分，然后年收入是100个以上，然后去年扯了快乐证有娃在前任那边。然后男嘉宾是40岁在围，然后他是有几个小目标，生意男。我们是去年4月份一起认识的，然后是因为想一起合伙做事情，然后当时我还在围，当时其实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是说好了互相不影响彼此的这个事情啊。后面呢，他就因为在一起相处，可能我的10点半给他的这种感受可能比较好，然后他就有了占有我的想法。那个时候我也比较恋爱脑，因为可能就是虽然年龄这么大了，但是前期情绪价值跟陪伴也给的比较多。然后我就因为这个男嘉宾，我就被我的自己家里的那个，就是我说前任知道了。后面呢，我们前任之前在国外工作，他从国外回来就家暴了我，然后因为这个事情我就扯了快乐证。然后这个事情是男嘉宾都知道的，而且他是看到了的。然后后面呢，因为我们是6月份家暴，然后男嘉宾他嘴巴上说，哎呀不希望我扯快乐证，其实他很多行为都是希望我赶紧去扯的。所以当时因为我自己是过错方，所以我就给了前任一笔现金和给了他一台车。然后呢就扯了。哎呀，你富婆啊，富婆怎么不进更圈来骂呀，富婆？没有富婆。然后呢，因为我内心是对他有愧疚的嘛，虽然他有家暴我，但是那个我天，你真是每一句话都踩在我想不到的点上。然后你后面会很惊讶的，就是扯完那个快乐证之后，男嘉宾没有给我做出任何的补偿，然后呢，我自己也没有开口要。反而到后面我要扯快乐证10月份的时候，他9月份反而跟我提开口讲米的事情，说我1个月只能给你3，然后说就是给我压成本嘛，然后逢年过节就给个1个 W 红包的样子。然后我这个人其实因为自己也能赚嘛，就也没有那么计较啊。然后后面过年的时候，去年过年我们就开始冷战，然后我就从他知道我住哪里，我就搬出来了。发生了一个很奇葩的事情，我跟他堂弟在一起了。跟男嘉宾的堂弟，他堂弟是00年，特别帅，然后神剧你是，我也是一个神呐。然后呢，那个时候跟他堂弟在一起，我跟他堂弟2月份在一起的。后面男嘉宾看到我搬出去之后呢，他就一直想知道我住在哪里，但是后面3月底的时候被他跟踪了，他就知道我跟他堂弟住在一起。然后他们是属于家族企业嘛，整个家族非常有米的那种。然后发现了我跟他弟弟的事情，就闹到了派出所，然后我就跟他弟弟分开了。闹啥呢？4月闹啥？以什么由头闹？他觉得我内心是认定我跟男嘉宾已经分开了，但是男嘉宾觉得我跟他没有分开，我还是跟他。不是这去派出所以什么名义呢？以什么名义？因为他威胁我，他说要打我跟他弟弟，我害怕我就报警了呀。哦，好，就这样子的。后面他实际是打了他弟弟，但是没有打我。4月份的时候，我们俩又和好了。然后和好了之后呢，我就跟他谈条件。当时我自己买了一个车，那个车大概是70-80个 W， 然后我首付了20多个 W， 然后他当时就答应给我把车子首付给我，然后1个月再给我5个 W。他当时我们和好之后，他就哭穷嘛，说我现在手上没有那么现金流，先给你10个 W， 然后我就答应了。因为答应之后呢，然后他后面就1个月给我5个 W， 我也同意了。然后只给了2个月之后，他又给我压价。然后我们有一次吵架，然后呢，因为是我找他和好的，所以他就给我压价压到了3个 W。然后我其实不是靠他这个钱过日子嘛，我觉得也行，反正我还对他还是挺有感情的吧，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然后现在就是每个月呢就给我3个 W， 然后年底答应给车子首付剩下的16个 W。然后昨天我们吵架了，他就把我拉黑了。我跟你讲，就是曲，我跟你讲，他每一次吵架都会骂我，骂得很难听，就是会很不尊重我的那种啊。
然后呢，而且他管你值得尊重吗？你怎么让别人尊重你啊，大姐？这个事情你干的一件事从头到尾没有一件是让人尊重你的事儿啊！我都怀疑你有受虐倾向，你是个 M， 你还让别人尊重你？别人一尊重你，他就觉得你不爱他了，知道吧？他不揍你2拳，他都怕你不爱他。然后不是的，如果说你说是发生了弟弟的事情，他不尊重我，那我觉得我也能理解。但是是在我们去年，从头到尾没有一件事值得尊重啊。是因为我因为他扯了快乐证吗？你哪件事值得尊重呢？啊，你从头到尾哪一件事值得尊重？我没有对不起他呀，一开始。你对不对得起他？就是那你那么多做家庭主妇的，在家里当牛做马的那男的，为啥不尊重他呢？他也没有不对不起那个男的呀。那我不知道啊。不尊重你是因为你不值得尊重。为什么呢？你说为什么呢？你从头到尾，要不然就是什么在婚内跟他2个人乱七八糟，要不然就是被人家家暴了还跟人家赔钱，是吧？就是不值钱那些赔钱货，干些赔钱货的事儿，要不然就是跟他什么又跟他好完了以后又跟他表弟好，跟他表弟好完了以后，要不然就是他在求和又是跟他好，跟他好完了以后，然后说10万不给变成5万，5万不给变成3万，然后无限压榨底线，你哪一件事值得被尊重呢，小姐？那现在我就是想问一下。不是，我现在想问一下，就是我们昨天吵架了嘛，他就把我拉黑了，然后因为他管我管得很严，因为可能就是以前的事情也好，加上我可能长相也还挺好的，所以他管我管得很严，就是不让我有任何社交，也不让我出去跟异性吃饭这种，他都不让的。所以现在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处于冷战期间，我要不要跟他继续呢？冷战你不就应该赶快出去社交，出去跟别人吃饭吗？但是他是属于那种有一点点偏激的这种异性啊，他不是属于那种就是会跟你好聚好散的那种，他不会。就是我们前段时间吵架，你找一个对象家暴，又找一个男的又偏激，什么时候准备开始正视一下自己的取向问题啊？那你要不要好好正视一下？前任家暴，那我都出轨了，他家暴我不是正常吗？哎呦我的妈！我们2个人呐不在一个次元对话，知道吧？真的，我跟你现在是我跟你对话，现在跟我跟一个动物在对话没有区别，鸡同鸭讲，讲不明白，这属于是。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我现在要不要跟这个男的继续？其实我就是想问这个问题。至于以前这种，如果不是稀巴烂，或者说不是这样子，那你不跟这个男的继续，你后面一步你是准备干嘛？你还不是也找个差不多的，还是要找个揍你的？你不用。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呢，你正视自己内心的需求，你就喜欢这种人，你就好好玩就得了，你不要给自己太多的条条框去约束自己，知道吧？这种男的你处着你觉得也挺开心挺愉快，想处就处到啥时候别人彻底的觉得你这个人没意思了，觉得就是嚼着没有味道了，像口香糖一样的，他不想玩了，这个事情结束了。你再去找别人呗，反正也不耽误你啥，你又不靠这男的生活，你也无所谓。你没有了这个，你不是还得找下一个吗？你找哪一个不最后都是差不多的个事儿吗？那我谈过那么多恋爱，也就前任和他有一点，其他的也没什么这种方面的问题啊。那不是，你觉得这个男的有什么东西是值得我们在这里说，我到底是跟他好还是跟他不好的？他没有什么东西去探讨。就是他不值得我继续跟他交往，因为你没有需求，你没有诉求，你懂吗？那我也想，他年底不是还有16个 W 要给我吗？他不会给的。真的吗？10变成了5，变成了3，他的行为路径告诉我他不会给，因为你已经是一个可以无限次退让了，对不对？你的无限次退让在他这里都得到了支持和论证嘛。那他为什么还要给你呢？他只需要负责画大饼就行了呀。那他不会给，那就更加没必要在一起了。你要觉得堂弟帅，咱们就还再去找找堂弟呗，无所谓呀，这些人，你想找谁就找谁，你想玩就玩，反正都不养活你，都不靠他们过生活，有什么区别呢？谁帅就跟谁玩呗，谁身体好跟谁玩呗。
那我不是说我完全不在意米米这个事情哦，我是觉得，因为他给3也好，给5也好，当然我是觉得他这样压我的价让我心里不舒服，但是我觉得他给3也好，给5也好，你我还是不舒服你也认了呀，你不舒服又怎么样了？你不舒服的结果是你接受了呀，你不舒服，你接受了一次又一次接受了，那他肯定就是一次又一次更过分嘛，那肯定是这样的嘛。而且时间到了是吧？对的，没事没事，那我知道了。啊，拜拜。你这在我们这别说是3次1v1了，3年的1v1也不是很好解决，知道吧？3年的1v1也不让他解决，完全不认为，就是你们的行为实际上是非常的反常的，反常识的，就做的各种反常识的行为，我们听起来是神反转的故事。你想想看，就你干的都不是正常人干的事儿，还在问我为什么那男的不尊重我，就是那男的已经知道了，你这个人就是跟常人不一样，知道吧？你就是喜欢乱七八糟的、七七八八的，看不懂，内心当中没有什么原则，你反正随便搞，也没有什么是非观，就你没有是非观，对不对？能说出那我都说伪了，他家暴我不是很正常吗？就是还有就是，虽然他家暴了我，但是我还是觉得挺亏欠的，我赔他一笔钱没毛病吧？这是你说的话呀。这是反常识的话，就是你说出来这话，你自己觉得很有道理，可是我们一听一个惊讶，一听一个感叹号，一听一个看不懂，明白了没有？所以为什么我说是鸡同鸭讲呢？你觉得很正常的事，在我们这没一件正常的，在我们这多少有点大病，什么情况？什么意思？咋了？咋回事？就我们现在全是这个状态，我的妈呀，这全是这个状态，然后在你这全是挺正常啊，这不很正常吗？不都这样的吗？你说我们是怎么对话？没有对话空间呀，对不对？妈呀！大家把这个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扫一扫啊，右下角的二维码扫一扫，扫了以后不会走丢我们直播。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大家把右下角的小黄车点开，可以看到我们团队所有的服务类目：文字咨询、语音咨询、闺蜜圈，还有这个金贵的关系的正版课啊，可以直接通过小黄车下单。然后下完单以后呢，你们也可以去找这个客服，跟他说你下单了，让他马上帮你们拉群，开启服务。挺可爱的。我是建议这样的女生，就是反正已经这样了，不如越洒脱越好，知道吗？越洒脱越好。我的滑板鞋踩哪算哪，反正我自己挣钱自己花，对不对？这男的吧，愿意多给你花，拿着，不花了下一个，对不对？或者说你觉得这个男的帅，我也不用你花，我享受完事儿，对吧？自由一点，自然一点，不要过度思考。你的行为路径在我看来是不适合过度思考男女关系的事的，因为越思考越迷糊。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说的就是你，说的就是你啊！来下一个 ，M 没连我，白雪小猴子，这个不来。你好，菊雪。Hello， 你好。哦，等一下，有头像啊。我可以屏蔽一下吗？我说有头像，好像屏蔽一下。他们看不到你，他们看不到你。哦，好的。是这样的，就是我现在是31，就是年入是30到50，然后男嘉宾呢是35，然后扯了快乐症有娃，就没有什么事业心，也没有物质欲，但是人挺聪明的，就是他娃是随前任的，他收入不稳定，就是好的时候有个200加吧，但今年没心思工作，就刚好不亏不赚。然后去年7月份通过那个网络认识的，他是我粉丝，然后默默的付出的那种类型，就一直捧着我。他说他当时说的是我是他见过最卷能量很强的女孩子，然后所以他每天关心我的生活，就围着我转，然后线上在照顾我的生活起居，然后会提供情绪价值。然后到今年2月份，就是半年的时间，花了有20多个，期间我们只见过3、4次，他通常会找理由不见面。没有任何肢体接触，也很尊重我。然后今年呢，他说扩大公司规模，然后事业忙就没怎么关心我，我也就没理他了。
然后期间时不时会给我发个信息，然后我就是一直在一种高高在上的那种感觉嘛。然后4月份的时候，我问过他为什么不追我，他说他没自信，他说如果他有几千个早就追我了，然后他说我应该过了一种很好的生活，然后不应该为米发愁的那种。他说在身边默默的陪着我当骑士就好了，然后就陪着我找到我的白马王子。然后后面6月份的时候开始重新联系，7月份发生了10点半，然后我就问他我们是什么关系，他虽然口头上说我们是男女朋友，然后但是行为上是躲着我的，就没有见我那1个星期，然后我就把他给删掉了。然后他买了个5W 的礼物哄我，然后加回来的。期间有很多次聊到这个话题就有拉扯嘛，他都说让我等他，他说给他时间，让他想一想以后我们的日子怎么过。他说把谈恋爱和那个进围城分不开。然后他说他现在能量不够，照顾不好我。他也不知道他以后想要什么。他说他一直在为别人而活，没有做过自己，他现在自己都不喜欢他自己。然后后面就是7、8月份的时候，我们见面是很少的，然后他对我也没有任何的占有欲，1个月就见个2次的样子。然后直到10月初我们一起出去了几天，然后他才开始有一点占有欲，也开始每天我们打视频电话，然后就是不间断的那种，然后会主动找我，然后我又提出来我们关系的事情，他依旧回避。然后中途他就问我会不会宠着他，会不会让他做他自己啊？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心里是没有太看得上他的，所以我就没有正面回答他。当时我就觉得我找你就是想让你来宠我的。然后后面他让我等他到元旦，然后他对我没有任何要求，我就提出每个月那你按时给我2个 W。其实他平时给我花的不止2个 W 每个月。然后我说因为我需要一些确定性嘛，我说，然后他就其实不是很开心，他觉得他愿意主动给，但是呢这种感觉会让他变味，然后但是他还是答应了。然后中间呢拉扯了几次，我删除拉黑他有个3、4次吧，然后每次我生气他都会主动给我转米哄我。最后我又提出来就是正式成为男女朋友之前每个月给我2个 W 不变，直到我们的关系有所改变。然后朋友圈封面换成我说我要确定你只有我一个人，因为我刚加他的时候他的朋友圈封面是他前女友嘛，然后我就觉得他是可以做这个事情的。然后他就说还不如谈恋爱了，然后他就提出来第2天早上我们去扯证，然后我就说我答应了，我说对你没有任何要求。第2天早上的时候他就找理由退缩了，当时我就有点崩，我觉得我什么要求都没提你还退缩了这种。然后后面我就说不联系了，他就给我说他将以最好的状态来追求我，然后我就让他别说这些话了。然后后面他受不了了。然后你们他妈的是怎么把这个笑话的？我真是今天一整场的连麦，你给我笑死，我都快憋死了，你们一个二个的。哎呦，然后后面的时候就是我忍了1个星期，结果没忍住我就找他了。然后当时我就说愿意陪着他把这段时间走过，因为他说他状态很差嘛，然后又在吃抗某欲的药，然后在我面前哭，就是这种。然后我当时就发现跟他10点半的生活都已经没在状态了嘛，然后跟他聊天我才知道今年就是3、4月份我们断联的那段时间，他公司有个女生追他，就长得很普通，月薪几千的那种，然后各种照顾他。他就说跟那个女生在一起他觉得自己被滋养的，跟我在一起就感觉我在抢他碗里的饭吃那种感觉。然后后面我就心里很不平衡，就跟他大吵了一架。然后后面他就说让我不要等他了嘛，他说他背不起这个骂名，我又把他删了。删了过后呢，他又给我画饼，就说你怎么知道我将来不是对你最好的那个呢？他来加我没通过，然后结果他就没找我了。过了10天我又忍不住找他了，然后主动约着见了1次面，然后他就态度就变了嘛，360度大转变，然后就说做回朋友，然后就是送我回家他也不会留下的那种。然后后面我就舔了1个月，就是主动给他发信息嘛，因为他不会给我主动发了，只是我给他发信息他会回，我态度好他态度也就好，然后反正我不发他就提问了，不是太废话了，抓紧提问好吧。就是舔了1个月过后，反正上个星期见了1次面，然后也是就是只聊了工作没有聊感情，然后后面我就看到你之前的视频，就是说让他打破预期嘛，然后我就再也没有理他了这1个星期。快速提问。对，他昨天联系我了，然后我就在想后面我应该怎么办，然后能推婚恋吗这个人，还是说应该直接放掉了？你弱不弱智啊姑娘，你看我多长时间，你先去把金贵的关系下一单好不好？你太弱智了，你这个故事。
这个男的是明的，有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长期稳定的重要的相处对象的呀，非常清晰啊，一点儿他妈一点儿空间都没有的一个这板上钉钉的事情，你还推婚恋就推沟里头去推婚恋，他那个对象要不就是老婆，要不就是这种非常非常重要条件非常好对他非常重要的女朋友，就这没了。你哪位啊？你不过就是别人出来消费，本来想打赏一个女主播，想消费一下当个情怀大哥的，你非要那个啥人家，你非要把人家搞定，人家只能开始骗了，胡编乱造了，开始。那我如果是后面只是花他的米呢，有可能吗？还是说就还有必要吗？有可能啊，只要你能正常一点，别天天你是我什么关系，我是你什么关系，他是个消费者，大姐，人家只想当个情怀大哥，你们非要把人拖你床上去，你说是不是有毛病？本来他就是因为平常生活他觉得挺无聊的，有点闲，然后呢打发一下时间，找个平台刷一刷，搞一下这搞一下那，然后呢谈一点这种网络恋爱，让自己的脑子充点血筋而已。没想到遇到你们这妈全是恋爱脑，一上来就要跟别人结婚，咋办呢？只能开始骗了，编了。那我怎么把他拉回来，让他继续花米，然后我自己重新找呢？你拉个毛！你等他跟你说，你就说我要直播啦，就好了，就还原成客户关系啊！哦，我不是主播，我不是主播。你不是主播？我不是主播。你让他怎么花钱？你以前都是让他怎么花钱的？以前就每天聊微信，然后他就会转账的那种，就天天聊微信。接着聊嘛，接着聊，那不就接着转了吗？就是他昨天主动找我了，那我就继续跟他聊下去，还是再等一等，等他慢慢的后面拉一段时间，等他再来找我，有必要吗？正常一点，姑娘啊，你还找不了婚恋啊，把你的时间花在有意义的地方好吗？想聊就聊，如果聊一段时间他不转钱就不用聊了，好不好？明白了。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明年32了嘛，然后想赶紧推婚恋，然后就是想问一下曲，像这种我目前这种情况，我能通过什么渠道，还有怎么找，怎么筛选会？网络上认识人没问题，一个就是能天天见面的啊，至少一个星期能见个2、3回的，这个才叫靠谱的，起码做个常识的认知，好不好？不要搞得好高骛远啊。那还有什么？你的意思就是可以就是因为我平时的工作的话都是面对女性，社交圈里几乎已经没有男性了。上网找没问题，但是你得对男人有一个基本概念认知。不可能说一个单身的男的想谈婚论嫁的，他不天天找你见面的，不天天想跟你腻歪的，不可能。这个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人，除非他是 gay。对，我之前就觉得他米也花了，也不见面，就没想通是怎么回事儿。之前这都想不通，这有啥想不通的？这他妈有对象想不通，这也想不通。然后一把年纪了，咋活这么大的？随时给他打电话、打视频什么的也能找到他。哪个不上班，不工作，每天跟那女的缠一块儿。好的，明白了啊，拜拜。好，谢谢。拜拜。你们真的是突破我的极限认知啊，属于是挑战极限，是吧？一个比一个猪头猪脑啊，这都是先聊的些什么天儿啊？但是我跟你们讲，你们这遇到的都已经不是那种说就段位很高的，这男的他是个典型的单偶男，看出来没有？你们的认知里会不会觉得这男的是多偶男？你们觉得只要一个男的朝三暮四这个那个他就多偶？不是的，多偶男的本质在于道德是否认可，知道吧？道德是否认可这个事儿是衡量一个人是多偶还是单偶的本质。这个男的他是典型的道德不认同，他一个是道德不认同，再一个就是他的那个女嘉宾非常的重要，
他一定是给那个女嘉宾投入了很多的感情。至于金钱是对方给他投入了很多，还是他给对方投入了很多，不知道。但总而言之，就是双方一定是他一方是绝对不能撒手的这么一个状态，他是绝对不能撒手的。至于是他太需要对方，还是因为他投入了太多，不确定，但他肯定是不能撒手，对吧？没有哪个男的说，哎呀，他想找你谈婚论嫁，他每天不想跟你黏一块儿的啊，是吧？还是这种有钱的，能花出来钱的男的，是不是？哎，他也不跟你两个人，哎，卿卿我，他也不这个不那个，天天就跟你讲，什么我压力大，我抑郁，哎，我这个我那个，那是因为那个坑都有人站着，需求有人满足，坑有人站着，不需要你到你这儿，明白了吗？一个二个的，你们还以为遇到什么天神降临了，遇到什么守身如玉的男人了是吧？是不是觉得遇到什么守身如玉的男的了？你们把男的都想成守身如玉，你们就一个比一个猪。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守身如玉的男的？真的是，还守身如玉的男的，哎呦我的妈呀，多好是吧？他抗拒跟我见面，不见面。你是不是还觉得他觉得，哎呀，捧在手里怕坏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是不是他给你玩坏了是吗？少玩呗，都玩坏了。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很简单，我跟你们讲，我们以前遇到的人家那段位高的男的，段位高的，他是怎么呢？他可以到达什么地步啊？他可以到达每天给你打电话，每天给你发消息。而且他可以到达跟你见面的时候，他都可以一直接电话，一直发消息，但是他整个动作就是做的行云流水，知道吗？因为他是没有前缀的，就他喊任何人干嘛的，他打电话或者干嘛，他没有前缀，他不会，哎，宝贝啊，老婆啊，什么这个那个，他不会的。他是怎么呢？他是，喂，啊，我在吃饭，哎呀，我跟你说。我今天吃了一个特别好吃的东西，可辣了，知道吧？啊，再就是啊，我一会儿要开会呀，对呀，啊，没事啊，那我开完会再说呗。他都是这样的，懂吗？他在你面前也是这样的，他在别人面前也是这样的，他在所有人面前都是这样的，他在无数个女的面前，无数个都是这样的。然后不在的时间里边，他发消息，他可以发的无限黏你，发消息可以发的无限黏你，全部是这样统一操作的。所以你永远都会觉得他每天都在跟我联系啊，我们每天都在沟通啊，是吧？我们还经常可以见面呀，啊，我们一个星期还能见一回啊，一个星期见一回咋了？不影响，一点都不影响，知道吧？他很有可能会怎么，但是你就看他能不能跟你连续过夜，能不能跟你连续过夜，而且连续过夜中途也不跑出去接电话。这不就很清晰了吗？对不对？还动不动什么来一会儿就走啦，是吧？今天待一下下就走啦，然后跟你说，哎，我要赶回去开会啦，哎，因为有些事儿他实在是办不到，对不对？他连续过夜这个事，他在这方方面面的都说不清，没办法呀，对吧？有些东西就是一竿子插到底，一竿子插到底啊。他本来只是想找个陪聊的，你非要跟别个。那个你烦死！别人经历了好多内心的纠结与挣扎，才去了你家。他把这个右下角的小黄车点开啊，有需要咨询的、需要买课的、需要进社群的、需要进闺蜜圈的，直接把右下角的小黄车点开，看到我们所有的付费类目都在这儿。然后有任何的疑惑，直接去添加这个微信二维码，然后去问我们的小助理说你们有什么困惑，然后看需要什么样的服务，需要什么样的帮助，然后让他来帮你开启，好吧？来，再连一个。Journey，
琪 Hello，你好。琪你好啊，很喜欢你啊。今天我想咨询一下这个雄竞和雌竞的这个问题。本人现在是40岁了，就相貌6到7，身材 A，年入呢是20+，是在超一线城市啊。目前呢，就人生现在是有很大的变化，就是时间非常充裕，没有婚史，没有孩子，希望就是开放所有的方式去搞钱。因为以前呢没有用过雌竞，就身边是有大佬的，就都成为了我工作的智囊团。目前呢雄竞呢就是已经没什么发展了。就我的原生态家庭呢是母亲一直被父亲 PUA，然后最后生病被抛弃。也没有花到父亲的钱和照顾，父亲呢一直拿住就是家里的大笔的这个拆迁费，还有这个房产，然后由我呢是赚钱，然后结合母亲的这个退休费呢，熬过最后的这个时间，然后直到送走他。现在呢是我其实是30岁到40岁，是只交往比较年轻的男性，解决哼哈问题，就也没有花过男生的钱，这主要是母亲教育的。就是未来呢，其实我是想问问怎么发展。那目前呢，我现在是有几个方向的这个陈述，就是第一呢，就是雄竞这块呢，我是从毕业以后一直在工作，就是有10余年了，就目前呢是已经没有什么上升的空间了。就公司呢现在也工作了10多年，就如果他要提出来呢会给解聘费的话，那么我可能就拿到一笔钱。那么现在呢没有提，但是我只能就继续等着耗着，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平台可以再往上够了。然后换下一家呢，其实我自己是没有什么，就是感觉自己没有什么太多的优势，只是就是我个人是。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没有优势呢？刚刚说你多大？40了。对，40了，没有婚史，没有婚，就然后也对恋爱、婚姻这个东西其实没有太多的想法，完全没有。就是我之前也是在就是接触您这块，可能时间还比较短，因为我也是现在就是母亲走了也有几个月的时间，我一直在用这段时间呢去重新整理自己的个人的情况，因为我一直是在这个家暴的环境下，所以我从小的时候就有一种求生的欲望。我觉得就是说女生一定是拿到了钱以后才能找到自己的自由。然后呢，现在就是说到这个雌竞的这个问题呢，为什么我从压根儿没有用过，是因为就是母亲呢是一直就是被父亲这个全被的就是全嫖，然后我也是耳濡目染，所以我可能就没有这个精力说怎么去用雌竞这一块。就虽然说我长相可以，我工作也有光环，然后我身边也有大佬，但是我都最后把他们整成我的智囊团了。就是我的就是我从小的这个自己对自己的就是状态，就是说要自己搞钱，然后我是需要从自己的能力。但是我听了您的课以后呢，我发现我问一下，稍等，你稍等，你现在手上有多少钱？我现在多少资产水平？不，就是我赚20个花20个，就是我其实就是没有太多的积蓄。现在就是大概有小几十个吧，就是现在我也一直在想说，我要不要再重新去学习，然后换一个平台，认识新的人，然后把自己的这个原生态。不要，你听我说，我们对话是这样的啊，你不要一直提前给方案给我，我们只是提问啊，说你现在的情况就可以了，你现在说你现在的事实情况就可以了，你现在什么资产水平？资产水平就是那我就最后一个陈述就是说，我的资产其实我个人手里的钱不多，然后我都把这个钱花在自己的房子、车有没有？没有，就是现在说，就母亲走了以后，他就家庭这个财产是这样，就全攥在父亲的手里，然后父亲也想把我当成摇钱树，就他一直给我找富二代，我都拒绝了，因为我觉得我一旦嫁出去，那就是没有，对，是这样，就没有，就是没有。OK， 你首先得搞明白为什么呢？我问你这些问题的核心在于什么啊？在于你要明白自己的到底有没有实力，有没有能力。你的能力、你的实力、你的认知，到底跟你自己的自我认知相不相匹配？知道吗？问题在这儿。其实你选哪条路都无所谓，但是没有人说非要走雄竞，或者非要走雌竞，或者非要搞事业，或者非要结婚，不是的。重要的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一直在打乱仗，就是你咕嘟搞这好像搞得慌得不得了，忙得不得了，但是最后其实你是没有拿到什么结果的。对，就是说雌竞虽然你走。但是你的雄竞轨道走的并不是非常成功，对，
你刚刚跟我讲说啊，我很多大佬什么最后都变成我了，怎么？如果你真的有那么多的大佬，真的变成了你的人脉资源，你今天不会是这个什么也没有的资产水平。首先，我们在看我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的时候，先要看明白自己手上的牌跟筹码是什么，我到底有什么，我的能力到底在哪儿？因为我觉得你现在在这个点上有点自我认知不太对。那现在的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资产这块哈，因为就是超一线城市嘛，就是现在其实这个资产这块呢，现在是想说照顾完母亲以后，把他那一部分资产拿过来，那么这样我就有钱了，我就可以去操作一些事情了。但是呢，最后我们走的那个时间有点太短了，就是我们操作这个事情的时候有点晚。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就是这个遗产这块呢，我现在其实是有砝码，但是我又不敢提，因为提完了以后就面临着我现在要换房，我现在可能就跟我爸直接闹掰了，因为现在所有就母亲的这一块都是就是全是父亲一个人攥着，啊，就是现在说就是我太混乱了，太混乱。不是，我问你啊，你原来的工作，你到底一年的收入水平是多少？原来我其实一直都做的是跟奢侈品有关的，就是反正都就光环挺大的。然后现在手里每年都有20多个收入20多个。你原来一年收入是多少？20多个。一年就20多个是吧？对。好，你听我说啊，首先啊，你呢？可能你有一些性格上的问题是什么呢？对，你会很多的对抗性。是的，你有很多的对抗性。对。那么这个问题呢，它无论是你在工作当中对待客户，还是对待你的上级领导，还是说对待异性、对待同性，很有可能这个对抗性它都会产生。就是你想要证明自己，或者说你想要去证明自己不是别人说的这个。你想证明自己可以怎么样，你的这种对抗性呢，会让你的就是因为你原来做的是服务行业，对吧？对。你做服务行业的话，如果你身上的这种对抗性，它会让你产生戾气，戾气。对。然后你要是对待下沉市场吧，也就不明显，但是你越是对待高端客户吧，它其实就越是会拖累你。别人很有可能你自己都发觉不到什么东西阻碍了你的这个职业晋升，阻碍了你的事业发展。你说你明明这么有事业心，对吧？你很有事业心，你也很想搞事业，你也不想搞男人，为什么在事业这个轨道上，你到今天40岁没有拿到大结果？因为有些问题是你首先正视自己才能看见的。如果你都不能正视自己的话，其实你会选择性的无视。你看不见自己身上有这个问题，那么对于未来的道路来说，其实你还是在用老方法，在走同样的路径。你无非是今天是上个学，还是明天去打个工，上学也好，打工也好，谈恋爱也好，如果你身上那些原本的劣根性它没有被正视，没有被处理掉，那么其实你最后还是没有结果。对，就是这个对抗性，确实就是我觉得我的性格确实就是一直就是挺有棱角的。就是现在的这个问题是，我并不知道这个性格这个东西能在我这个就是未来的这段时间怎么能去改一下。就是我觉得我其实我对我是接受这些所有的塑造。你听我说啊，首先是承认，真的要改。那么首先是什么？我跟你讲，不要高估自己。把自己放到合适的一个自我认知上。我首先要明白，我这些年确确实实，我看起来很努力，但是呢，我没有拿到结果，对吧？你知道有那么多有很多人，我很漂亮啊，我很有才华，可是为什么你像那些演员，我很漂亮，我很有才华，我上不了戏？为什么？因为你不是做人。所以你是要正视自己身上这些问题，你才知道从哪个点上去突破的。奢侈品行业依然可以做。你也依然可以继续在这个行业去做，有这个行业现在有很多种做法，有很多带货的啊，有很多直播的，干嘛的，它都可以做，甚至于你自己可以去做短视频，你只需要借由别人的平台或者干嘛，你都做什么它都不重要，它是个呈现形式的问题。
但是你后面在做任何事情，第一啊，你要解决你的现金流问题，你不能想着现在好高骛远去够一个更高的东西，说啊我大佬怎么样，哎我去学习，不是的，首先还是解决自己的现金流问题。如果你的现金流问题不解决，你人是慌的。现金流很重要。然后你该找工作找工作，该继续做事继续做事，起码先保障自己一定的现金流。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想一想，我怎么能软下来？如果别人说话的时候，我能不能先忍住听完？然后我说话之前，我能不能先深呼吸，把我自己想要去否定对方，或者说想要去抗拒的这个东西先往下压一压？我能不能非常主动性的去低姿态服务客户？可以，把姿态低下来，然后说，哎，你需要什么？哎，我能为你解决什么？我能帮到你什么？而不是试图掐在人家的脑袋上面去搞事情。就是这些动作你需要一点点的去修正。否则的话，你现在40岁了，你到50岁你也出不来结果。因为我现在就是纠结的问题是，因为这个30岁到40岁这个时间，我一直在就是专注于就是母亲的这一块儿。其实我觉得我是有一个断层的，就是现在的这个状态哈，就是我应该怎么去练呢？就是我起码得需要。我们时间到了啊，我只能跟你说，这个东西没有练，就是一定要在你的工作当中不停的去反思，不停的去做。你可以先去把我们金贵的关系看一下，你先去看一下我金贵的关系，学员吧，有是的，你们很多语言习惯，我跟你讲，很多语言习惯没有但是，没有因为，在别人讲的所有的话后面，你不要但是，不要因为 ，OK， 你先第一句话要觉得你说的对，然后再往下说，很多点呢，它是要落实到细节上的，知道吗？我们的无数的连麦都是这样，哎，可是，但是，因为说出来的干嘛？说出来的全部叫做固执。就你后面表达的所有的一大啪拉子，其实它最终都没有更改你的路径。是，明白。它都是细节，你自己还是得在工作当中慢慢的去调整。没问题。好不好？那么这个现金流是多少合适呢？时间到了。对，你自己够生活就行了。够生活。OK。对的。好的，明白。拜拜。谢谢曲曲。因为什么呢？我跟你们讲啊，是一个比较差的原生家庭，很多比较差的原生家庭呢，小孩他都会身上带出这些毛病，就是对抗性，他会带出很大的对抗性，他总是会就是在无意当中想要去证明自己，然后去反驳对方，其实是一种外强中干的表现，因为他的内心底子薄弱。他原生家庭衍生出来的是自卑，他觉得他很自卑，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包括啊，他们会看到自己的妈妈原来的状态是被欺负的，他总觉得我要这样，我要那样，我要强，但是其实强不代表真的强，真正的强是一种包容，是接纳、接受、包容、学习、吸收、成长，是这样的。你说的所有的东西，在我这个地方，我就分门别类。我听完了，我觉得什么地方对，什么地方不对，我脑子里能够客观的去分析，把自己从这个角色当中拽出来，对吧？我们老是喜欢把自己放在这个对抗性的角色里头。任何一个跟你对话的人，他但凡跟你提意见了，他就是你的敌人。他但凡说你做的不好，他就是在搞你；但凡说你做的不对，他就是在针对你。其实这都是一种虚弱的表现，真正的强者他是不在乎这个东西的。但是当然，从弱到强，它是一个修炼的过程，对吧？因为其实我小的时候，我也是外强中干的。你们看我的书，我跟你们讲，其实我很多年都处在一个外强中干的状态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人都以为我家里条件非常好，因为我学艺术的嘛，我上台表演呐。所有人觉得我家庭条件非常好，但是我确实没有。我是把我们家的身家都穿身上了。这种时候，你是不是就外强中干了？因为你怕别人知道，其实你没有那么强，你怕别人知道你没有自己表现出来的那么的光鲜亮丽，对不对？我跟你讲，真正让你开始强的是什么呢？是你能面对自己。我知道，我就是没有。对不对？我就是没有啊，所以呢，我好好的去努力啊，
好好的去争取啊。既然我的原生没有，说明什么？说明我身上没有这种血液啊，没有这种基因。那我要去干嘛？我要去借别人的力量啊，借别人的认知啊，对吧？你慢慢的，你就会愿意去，你对每一个人都呈现一个开放式的心态，你不会觉得雌竞雄竞之间没有鄙视链啊，当家庭主妇跟做事业没有鄙视链呐，做更牛的行业跟做普通的行业，我觉得没有鄙视链呐。我甚至于今天走出去，我面对的是一个清洁工的阿姨，还是一个开出租车的司机，我都会觉得他们有我身上没有的智慧。一个做卫生的阿姨，她一定比我更知道怎么把一个地方做得又干净又漂亮又快，对吧？一个开出租车的司机，他一定知道什么地方吃饭又便宜又好，这不是智慧吗？这确实就是智慧啊，对不对？不是我们在宣扬安慰或者任何的怎么的，不是，而是事实就是每一个人他一定有我没有的智慧，对吧？抱着一个这样的心态，你再去面对你所有的客户，包括我到今天为止啊，我面对所有的客户，我其实在听他们讲话的时候，我都会在听，主要这个人只要不是从头到尾稀巴烂，我听他讲话，我会听这个人，哎，他有点东西，他这个点上我觉得是不错的，他那个点上我觉得是可以学习的。我到今天为止，我的脑子都是会这样转，所以你们是一样的。你想改变，任何时候开始都不晚，但是前提是首先是放下自己，承认、坦诚面对，我没有就是没有，不行就是不行，没有拿到结果就说明我能力不足，我干嘛呢？补呗，努力呗。我原来这个路径不对，怎么办？修正呗，闭嘴呗，重新思考，重新发言呗，对不对？我觉得是这样，好不好？这是今天就到这儿了啊，今天就到这儿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坦诚的面对自己，然后变成一个内外一致的人，好不好？我反而觉得表现得更柔和，反而我们的内心其实才更强大啊。好啦，我要下播啦，大家赶快去把这个微信二维码扫一扫啊！我要下播啦，今天就到这里了。我们下一场直播依然是在迪拜，然后我待会儿会去收房，收了房会给大家拍一些视频，在我们各个这个矩阵号上面发啊，因为现在没有大号了，希望大家可以去关注我们的朋友圈，这样的话我们更新什么东西你们就能看见了，好吧？